我不累的，这比起以前训练操练起来呀，算是很轻松的一天了。对了，青青，那一座山，你打算做什么？陆南也好奇，他要一座山是想做什么？种菜，种辣椒。等我们拿到地契后，我想去看看山脚下的地方，看看属不属于我们。不属于的话，以后我们买下。我想在镇外盖一处农庄，我们自己种菜、种辣椒这些。空间里虽然能种，但少量行。以后如果我们的生意做大了，需要的量大，空间里种的就会供应不上。毕竟我们两个除了种田，还要做很多事，没那么多时间。我想着，等我们的农庄能种时，可以用空间来培育菜苗，用外面的地栽种菜。这个想法是可以的，是吧？我也想过在镇子外面买一片地方，为自己盖庄园。但是如果能带一座山，不是更好吗？山上我们还可以平一下山顶，种一些果树或者观赏类的树木，能让庄园的风景变得更美一些。但前提是我们有田、有地、有山，还得有钱。这一次柳家主动找上了舅舅和我，想要破财免灾，舅舅是默许了的。3年来柳定言那件事对我造成的心理伤害，如今我拿他们一座山，应该可以的吧？说到这里，沈清询问陆南的意思，陆南呵呵一笑。如果是按照我以前的脾性的话，我是不屑于让你要他们家东西的，我觉得那才是我们陆氏的风骨。但是知道了柳定言这几年对你还贼心不死，竟然找面容像你的青楼女子来行龌龊事，我觉得你这么做一点也不过分的。我们如今能够让他安然无恙的去京城读书，真的是我们太善良。青青放心吧，你不用担心我不开心的，以后你所做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我一定会配合你的。我知道你心里有我，凡事都会考虑我的感受，我就很开心了。当然错的是他们，我们何必委屈自己吃亏来成全他们，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陆南说完，扭头问后背的沈清。沈清笑了一下，趁着他扭过头来，快速的在他唇上亲了一下。你说的和我心里想的一样样的，谢谢你能用心去为我着想，感受我的感受。陆南被他亲的脚步乱了一下，脚下打了个颤，耳根子热了一下。青青，这是大路上的，又是大晚上的，会出事的。沈清埋手在他的颈间闷笑了几声，快到自家时，他突然又问了一句：青青，你的月事结束了吗？还没呢，估计还得2天。姚二公子这么早？你夫君不在吗？出去买面去了，很快回来。昨天的事情，多谢你们没有追究我弟弟。他有个好二哥。柳定哲苦笑了一下，点头。谢谢。协议我昨晚写好了，确定要那座荒山，而不要广陵城的2个布庄吗？你们舍不得那座山？那倒不是。其实这说起来，2间布庄要比这个山值钱多了，而且铺子可以继续赚钱。但那座山真的就只是一座荒山，没有什么用处。没关系，我的目的是想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田庄。至于广陵城，我并不打算去那里发展，或者我也可以出钱买下。说啥是啥，要你的钱，我成什么人了？在回去之后，我会被我娘骂死的。沈清笑笑，柳定哲这个人不错啊，原来如此，那二哥就放心了。害怕你实在是太吃亏了，毕竟理亏的是我们家。我弟弟书馆那边也办了退学手续，在明日的时候，我就会带他去京城了。还是那句话，他真的是有个好二哥。这时，陆南肩上扛着一袋子面回来了。沈清把协议递给了陆南，陆南看了一遍，点点头，没什么问题。说完看了柳定哲一眼，这份协议可给他看了，他若是还敢任性的话，将赔上的是柳家的100年基业，别担心我们吃不下，你们敢提出来，若你们违反了协议的话，我们就敢拿过来。陆南说这话时，望着柳定哲的眼神让柳定哲心里沉沉的。他知道这个男人说出来就能做得到。很快手续办完，沈清跟陆南在2张协议上签了字，按了手印。柳二哥要不要吃碗酸辣粉？我请客。好啊，明日离开，估计再回来就是明年了。柳定哲美美的吃了一碗酸辣粉。客人越来越多，听好几个人的说法，就是因为陈春兰昨日那一闹，自家这个铺子在镇上算是出了名了，也算是帮着我们做了一回活广告。对了，宁七来了没？没看到，倒是有几个公子来吃的时候问我们卖不卖那个指甲油，我说不卖。我们的指甲油出名了？可能是吧，我看到跟他们一起的有一个公子左手小指上染着红色，其他人呢还好像很羡慕的样子。宁七是下午申时来的，一进来他先往账柜里看，当没有看到陆东时，他的眼里还有一丝失望之色。姐姐，我的指甲油带了吗？带了，1瓶红色的，1瓶蓝色的，1瓶桃粉色的。谢谢你昨日帮我。谢谢沈姐姐，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哥哥不让我出来，我是偷偷出来的。下次给你带礼物感谢你，没想到你给了我这么多，谢谢。
当沈清和陆南从镇上回来时，就见到了跟陆北他们在院子里练功的沈海。阿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中午，姐想我们？最近有没有坚持早上练功啊？练了，师傅。回来的一路上安全吗？你和谁回来的？和我爹、二叔、三叔还有大哥在那边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哦，那边一切都好吧？咱家倒是没啥事儿，爹他们行事低调，也没什么仇人。不过这后半月广陵城有些紧张，据说郡君大人被人刺杀，生死不知，街上每天巡逻的士兵都增加了好几段。我每天去铺子里，爹都是要亲自送我，生怕我闯祸。这一次就把我带回来了。沈清默默地看着陆南，心里就是一个咯噔。那不是阿南的舅舅吗？此时看到陆南听到郡君遇刺，愣了一下的表情，就知道他心里其实还是担心他舅舅的。阿海，那你先回去吧，大姐和你姐夫一会儿过去一趟。行。你要是担心，要不去看看？我问问娘的意思吧。陆南把这事儿跟周氏说了，周氏一愣，虽然当年他们绝情，虽然已经断了往来了，突然听到以前那个跟在他身边甜甜的喊姐姐的人遇刺的事儿，他的心里还是会痛会难受的。别担心了，我去看看吧。我不露面，就暗中看看，确定他没事呢，我就回来。算了，别去了，我们现在跟他们没有关系了。饭后，沈清陪着周氏说话，商量压粉条的事情。这几日卖的量大，光周氏和陆北两个人压的粉条磨粉的量，供不上沈清铺子里卖的。那怎么办啊，青青？娘您别急，咱们村子里有没有与您关系不错，而且您觉得对方人也可以的？明日我们雇2个人回来跟您一起做吧，这样您也能轻松一些。可是要是雇人，我们还有赚头吗？有赚头，娘放心吧，如果有这样的人手，您让阿北一会儿陪您去走一趟，定下2个人，或者3个4个都可以。快要过年了，我们多积攒一些也是可以的。人是有，这后来看咱家日子好过起来了，也有很多邻居来串门的，其实也有人不错的。以前他们只是怕与我们关系处好了，我们去跟他们借粮食。对于那些村民们的想法，周氏一眼就能看得明白。那我们给人家多少工钱啊？1天40文，不管中午饭，1个时辰的回去吃饭休息时间。早晨从陈时正开始，中午5时正回去，下午魏时正来上工，下午有时正下工。行，那娘一会儿出去问问那几个。娘，记得跟他们说10日一节钱，目前我们先顾10日。好，娘知道了。那娘去看看。周氏出去，看到陆南和陆北站在一起，低声说着什么。阿北，跟娘走。好，去哪？先去你杨婶子家，你嫂子让雇几个人跟咱们磨粉子、压粉条。行。青青，回屋吧，我跟你说点事儿。沈清点头。青青，明日呢，我去一趟广陵城。陆南和陆北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要去看看。好，我知道了。既然明日陆南要出门，沈清晚上就帮着他整理了一套换洗的衣服，试试看得不得劲儿。可以的，谢谢夫人。天气冷，你自己要多注意，一来一回怎么也得10几天，太冷了就住店。好。陆南再应，望向沈清的目光热烈而深沉，还有一丝离别的惆怅。要好多天见不到青青了，他伸手拉起他。青青，我不在的这几天呢，让阿北和阿东都跟着你去帮你，我也能放心一些的。好。青青，我们洗漱睡觉吧。沈清轻咳了一声，倒是没有拒绝的，点头嗯了一声。这晚陆南格外的慢悠，格外的黏着沈清，此时是陆南。就连事后沈清说睡时，他还是轻轻地望着你，才安心地进入梦乡。但是他们离开家出门时，陆南并没有告诉周氏他要去广陵城，等晚上回来他就知道了。最近苍原镇上有一股新潮越传越热烈，那就是男子们涂左手小指甲的热潮。很多人跟风，觉得这样做很时髦，因此就有很多人来小吃店里找沈清买指甲油。沈清苦笑：我们家是卖酸辣粉的，不卖指甲油。可是你之前有的呀，要多少钱你说啊？公子，这不是钱的问题。沈清无奈失笑，跑来小吃店买指甲油，怎么想都不对吧？那我买酸辣粉，你也送我一个，买也行啊。酸辣粉你们喜欢吃就吃，不喜欢不用勉强。但指甲油今日是真的没有。先给我们1人来1碗酸辣粉，指甲油什么时候有您说，我们再过来买，行吧？3天后听消息。听到他有这个准话，他们也放心了，等着吃粉。阿北，你去一趟正大街的锦绣房，帮我约一下凤馨儿，就说大嫂跟她有事谈，让她下午来一趟。陆伟应了一声，回店里嘱咐陆东和陆西照看好店里，他去办事去了。哈哈，
公子啊，需要些什么呀？凤星二小姐在吗？金掌柜一顿，难道又是一个想追求自家小姐的穷小子？我们小姐不在，公子如果想找她的话，可以去凤府。就凤府的门楣，他去了，那些守卫的侍卫不把他打出去才怪。穷小子也想笑想凤家的金凤凰。不用了，我不是你家小姐的追求者，不用去凤府，我只是替我大嫂来传话的。我大嫂约凤小姐下午过去谈一点重要的事。我大嫂是小吃街上陆记风味小吃的沈清。说完，陆北拱手告辞，转身大步离去。陆二公子，姑娘认识在下吗？我是青青的朋友，我叫杨柳儿。你们铺子开张的前一天我去过，我们还说过话呢，你忘记了吗？抱歉，杨姑娘，是在下眼拙，没认出您来。你不用给我行礼的。陆北淡淡一笑，站直身子看了他一眼。可以跟你单独说几句话吗？前面有个茶楼，我们去坐坐。陆北一顿，突然间他发现杨柳儿笑起来像自家小妹似的，总感觉那笑容里藏着什么小心思、小算计。他自认自己不爱动脑子，耍心眼儿，还性子直，算计不过的，他也不打算招惹的。抱歉，店里还忙着，我得赶紧回去。大哥这几日不在，我得守着店。说完，站直看他一眼，错过身大步离去。杨柳儿默默地转身，看着他快速远去的高大背影，暗暗地叹息了一声。大伯规定的时间快到了，可是他到目前为止就看中他一个男人，只是这个人看着不好说话，要不去找青青问问。听说他们家里穷，儿子又多，估计不好找媳妇吧。二小姐，莫非他就是您跟二爷说的您相中的那个穷小子？什么穷小子啊？他是我好朋友的小叔子，说话客气一点。是，对不起啊，二小姐。走吧，回去吧，没心思逛街了。杨柳儿说完，转身往自家住着的北街而去。身后的小丫鬟垂下了眼帘，遮住了眼里的怨毒之色。陆北回到店里，回复了沈清，忙了起来，收拾到后面厨房，挽起袖子就去洗碗。沈清则是趁着现在没有人点酸辣粉时，赶紧再压2锅粉条。大嫂，你准备好，能压时喊我一声，我来压。好。2个人刚刚压完粉条，周胜进来了，说道：大嫂，外面有一个人说找你谈事情。沈清看了这个人一眼，来到了他的面前，打量的。先生找我？你是老板？是，我和我相公开的，不过现在他不在，你有事可以问我。是对我们的酸辣粉口味有什么建议吗？你能做得了你相公的主吗？谁家不是男人当家呢？女人能做得了什么主？你能做得了你相公的主吗？先生有事就说事，没事我先去忙了。我相公不在，店里当然是我做主，我说了算。说完，沈清就准备继续去后面忙去了。你做主就你做主，把你们这个酸辣粉的配方卖给我。你说什么？我姓武，我家是开酒楼的，富贵酒楼。估计你也知道，你这个小店就靠这一种食物能赚到多少钱啊？我出50两买你这个酸辣粉的配方，如果这食物放到我们酒楼里，绝对能让更多人吃到，也能传开你这个酸辣粉的美名。不卖。沈姑娘，别敬酒不吃罚酒啊！现在是我拿着银子来跟你买，如果等到你自己求上门了，恐怕就没这个价了。武四爷，既然你知道我姓沈，那你大概也知道我是谁了。你是不是以为我家穷了一些，你那50两对我来说就成了及时雨了？再跟你郑重的说一次，不卖。我的酸辣粉是我自己研制出来的配方，别说50两，就是你给我100两我也不会卖的，请回吧。100两不能再多了，一个酸辣粉给你100两算抬举你了。武四爷，原来你们武家抬举人就是这样抬举的，请慢走吧。我只是开个小吃店，影响不到你家大酒楼的生意。你也看到了，我这里的生意就是这样。配方我不会卖，你们要是想卖酸辣粉，我也不拦着，但你们自己研究配方，别顶着一副为我好的嘴脸来我这里强买强卖。当真不卖？我店里就这么一道菜，我卖了店还怎么开？谁来了，钱再多我都不会卖，不只是不卖给武家。希望武四爷能明白这个道理。好，你给我等着，我会让你有后悔的那天。这时陆北从后门进来了，手里把玩着一把菜刀。大嫂，怎么了？有人闹事儿？沈清看了他手里的菜刀一眼，嘴角抽了抽。富贵酒楼的老板想要买我们的酸辣粉秘方，大嫂并不打算卖。哦。陆北应了一声，但是下一刻手一抖，手里的菜刀就突然飞离他的手，向着武同山飞去。武同山看到了，吓得脸色一变，赶紧蹲下躲避。菜刀嗖的一声贴着他的脑袋飞过去，陆东一抬手接住了二哥飞来的菜刀。这兄弟俩什么时候练过？这一招配合的挺有默契，玩的挺溜啊。就在这时，凤星儿走进来。这是
怎么了？武同山知道又有人来了，他打了个趔趄，快速的出了小吃店。凤星儿回头看了远去的武同山的背影一眼，青青，那不是武家的四爷吗？他来做什么？也是吃酸辣粉的？他是来强买酸辣粉配方的，我不卖给他，他就威胁我。阿北和阿东就飞菜刀吓唬了他一下，他被吓跑了。武家人也太狂了吧，竟然敢来强买配方，咋那么大脸啊？谁说不是呢？简直有病！青青，你让我过来要和我说什么？对了，谈生意合作。星儿，你有没有兴趣做胭脂水粉的生意啊？我自己做。我们俩合作，不是和你们凤家，就和你，我们两个的生意。这几日街上涂指甲油的热潮，你知道吧？知道，这还是你给带头热起来的呢。现在啊，大家都学着陆东这样涂指甲。说着，他还指了一下陆东的手指。陆东默默地把手缩在了衣袖里。对，这几日好多人来问我买指甲油，可是我是开小吃店的，卖什么指甲油啊？而且虽然那个指甲油是我自己配制出来的，但有一种原材料没有了，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弄。我原本想的是明年再开一个胭脂水粉店，但是如今商机来了，我觉得提前做也可以，但我还忙着这边，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想找个人合作，你是我的首选合作人选。如果你同意，我们俩对半出钱，对半分利，两个人一起照顾铺子里。合作，我愿意，我们俩一起合作。但是我们的铺子开在哪儿啊？我今日看到一个，就这条街上，路北骆公子的药铺斜对面那个银饰铺子，他家收拾的要搬走了，说要出租。如果你觉得也行，我们俩一会儿去问问价钱。行。凤星儿一听位置更开心了，离骆大哥不远。但是星儿，有件事你得帮着我去打听一下，沧源镇附近哪里有做胭脂水粉的家族或者作坊，我们得去谈生意，谈好供货协议，我们才能有货卖。我之前的那些也是原来这一家留下的余货，但这家的货我打听过，是从广陵城那边他家的作坊带过来的。这个我倒是知道两家，一个在离沧源镇不远的白家镇上，去的话2个时辰就到了；另一个在百元镇上，去那边需要半天的路程。那我们俩明日上午去一趟，明日我的铺子不开了，我们俩把那边的事情确定下来，我们的胭脂铺子要赶在5、6日内开起来。既然决定了要做，沈清觉得就要抓住这个热潮正盛的时候。行，那我们俩先过去看看铺子，走。两个人都是事业心旺盛的女子，说干就干。沈清跟凤星儿两个人过去银饰店时，沈清说明了来意，掌柜的说1个月10两银子。沈清跟凤星儿合计了一下，说可以先做半年。掌柜的听到他们这么痛快，就应允了，当即他们就签了协议。接下来就是明日出去订货，两个人约好明日上午在镇口集合，前往白家镇。沈清回到店里，看到有顾客等着，就赶紧去忙了。凤星儿也回家去准备，等忙完之后，时间差不多到酉时了。沈清说可以收拾回家了。阿北、阿东，明日我们铺子休沐一日，你们俩跟大嫂去一趟白家镇。是，大嫂。你们不问问我去干什么？我大概猜得到，今天你跟凤姑娘说话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了。好，不愧是你大哥教出来的。我和星儿今日把铺子已经租下了，先租了半年，1个月10两银子。明日我们去白家镇看货，行的话，我打算腊月初8那日就开张。这么快？今天是初3，再有20多天就过年了，赚钱就要趁着大年年前这段时间，街上人多势赚。大嫂，那我们能帮你做什么？阿北继续和我在这边开我们的酸辣粉店，我想让阿东过去那边帮我看铺子，星儿也会安排一个年轻人过来，到时候你们2个人守铺子。等明日回来，星儿带过来他的人后，我会给你们突击训练一下，认识胭脂水粉里的那些东西和种类，到时候要怎么给顾客推荐，要怎么卖，这些我都会教你们。阿东，你愿意吗？嫌不嫌那些都是女人们用的东西？不会啊，我觉得做生意挺有意思的，不分男女，能买走我们的东西就是顾客。以前跟着大哥除了练功就是打猎，基本上不怎么跟外界的人打交道。现如今我们做生意了，跟外面的人打交道了，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既能赚钱，又能够见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些时候看着那些人说着那些话，我就会猜测他们这么说的目的，会猜测他们的身份还有过往。说到这里，陆东不好意思地挠挠额头。大嫂，我这样想是不是不对啊？不是，反而很好。作为一个生意人，作为一个售卖人员，我们就是要多去观察顾客，多去猜测揣摩，猜测他们会喜欢便宜的还是贵的，喜欢哪一种。这些东西有的人愿意告诉你，有的人就不会说。所以身为一个合格的生意人，揣摩顾客的心理想法是必须要有的技能。阿东，大嫂觉得你在做生意这一方面和你大哥一样很有天分，以后如果你愿意，大嫂尽全力的去培养你，教你，带着你在商场上成长起来。好，我也是这1个多月来
感觉很喜欢来铺子里跟着大嫂做生意。那就好。他们回到家，周氏那边也是刚刚收拾完，沈清跟上的，询问今天村里的婶子们来了几个，干活怎么样。两个人一边走，他一边给沈清说了一下大致的情况。沈清听了，点头。那还不错，娘，那接下来你就带着他们在家里干活。如果晾粉面的木板不够，明日让露西和周胜去村里的木匠那里再买几块木板回来。如果您觉得人手还是不够用，就再招2个。我计划着年前把粉面都磨出来晾干，这样年后我们盖房时就不用折腾那些红薯了。好，娘看着办。明日不用阿西去了？不用了，明日我不开门。娘，我又租下一个铺子，和一个朋友合伙开胭脂水粉铺。明日我们要去一趟白家镇看货去。啊，这么快又开新铺子？赶着年前这个热闹的时间段，能赚一些钱。你先和阿南回屋歇会儿吧，你们累了一天了。周氏轻声说着，心里十分感慨，这个媳妇儿真好啊。对了，娘，阿南今日去广陵城了，让我回来跟您说一下。什么？他就说去暗中看看，确定这酒没事，他就放心了。周氏愣了一会儿，长久后叹息了一声。这孩子。沈清听到他这句话，放心了。也不知道阿南晚上找没找客栈休息。阿南的性子只怕是一根筋，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就会继续骑马狂奔的。跟他那个爹当初从边疆回家时一样，赶路就是赶路，晚上都不懂得找个客栈舒舒服服的睡一觉。路就是赶路，晚上都不懂得找个客栈舒舒服服的睡一觉，只想着赶回家里就放心了，再好好休息。放心吧，我嘱咐他了，他骑的是我舅舅给我的小马驹，估计他能扛住，马也扛不住连夜赶路。周氏听了这话，倒是放心了。周府如今的周府戒备森严，不断的有侍卫在巡逻着。陆南藏在一棵大树上，查看了一下周围的明暗布岗，就3对。难道舅舅真的是遭遇了刺杀？结果让陆南微微皱起了眉头。舅舅不在府内，确定了后，陆南飞身离开了广陵城，往城外而去。一炷香的时间后，李氏的庄园内，李老爷子还没有休息，正坐着研究2张药方。老爷，有一位年轻人来拜访您。半夜3更来拜访，你确定是个年轻人，不是年轻鬼吗？老管家嘴角抽了一下，小友陆南刚办完事，路过拜访一下老爷子。快进来，老牛啊，去准备一些吃食，准备一壶茶，我要和小朋友夜聊啊。是，老爷。抱歉啊，实在是我这里晚上就没人过来看过我，没想到会是你呀，陪我下盘棋。好。我以为你给我送药来了。不是的，天气太冷，没去挖。既然那种药草这么稀罕，我明年春天呢，帮您去挖，再找一找下面有没有其他的药草。好，我就喜欢你这股子敞亮劲儿啊！来，说说看，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呀？李老爷子知道没事儿，他应该不是能有时间来跟自己下棋的人。关于郡君被刺杀的事，您老多少知道，跟我说说最近广陵城的事情吧。你当我是长舌妇，爱出去打听别人家的事情啊？曾经10年前吧，大概有一个孩子在叶州的一家农庄门口晕倒，被一个老伯相救。老伯就是那个庄子的主人，而那个庄子是个情报集中分散地。那个庄子叫老牛庄。也许所有人都以为老牛就是老牛庄的主子，但我知道老牛其实不是老牛。陆南说的有些绕口，但李老爷子听懂了。原来你就是那个孩子呀！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我就说嘛，那日一见到你我就觉得亲切，想要做你的朋友呢。原来我们早就有了交集啊！对不起李伯，上次见面我没认出来您，是今晚一个人在茶楼喝茶的时候想着来拜访您一下，突然想起来，刚才听到您喊管家老牛，算是确定了的。您的容貌与那时还是有些相似之处的。那2年我是易容了的，你本来就不是个精于算计别人的人，想来我那次让你离开，就忘了老牛庄的事，你真忘了吧？我只是个保卫边疆的，我与你那种生意也是没有瓜葛，就不再记起了。周文深是你什么人啊？一个长辈。你想知道什么呀？他上次是真遇刺杀了吗？是啊。那他怎么样？深藏不露，好得很啊。刺杀他的是谁？成王杨渊。如今他在不在府中呢？周大人人还不错，你不是要对他不利吧？不是的，五珠绿姑娘，换今天所有关于周文深的问题答案。好嘞，小友就是个痛快人，你这朋友老朽交定了。
不在府中，也不在广陵城。好，谢谢。他心里想，大概舅舅是去京城了吧？他往北去了。老爷子说完不再说了。六珠绿姑娘，感谢李伯今日的帮助。第二日上午，他去了一趟卢家在广陵城的府邸。这个回去啊，交给青青，就说他上次跟我说的那个自动笔，我让人做出来了，不知道和他描述的一样不？让他试试好用不好用，有问题啊，下次见了我跟我说啊。陆南接过，替沈清说了谢谢。苍元镇，青青，星儿，你早晨吃了吗？我带了一些蒸饺。谢谢青青，正好今日我大哥也要去白家镇那边巡视我们家的铺子，我就厚着脸皮跟他坐了一辆马车。他的马车宽敞暖和。青青，我与白家少主是好友，星儿说你们想做胭脂水粉的生意，我正好也要来巡铺子，就一起出来了。在一块儿，我给你们引荐一下白少主，你们跟着他看东西的时候，我去巡铺子，巡完了以后我过来找你们。是，谢谢风大哥。不用谢不用谢，难得你们俩想做点事情，我自然是会全力支持你们的。说完，凤星辰向着白记胭脂行而去。阿东，你跟着我；阿北，你看着马车。哟，凤兄，你怎么过来了？今日我来巡铺子，带着我的2个妹妹过来见一见你啊。他们要开一个胭脂水粉的铺子，我就自作主张的帮你揽下这个生意了。呀，那真是太好了，实在是太感谢凤兄了。这是我妹妹凤星儿，这是卢家表妹沈清。你们俩准备自己开铺子？是，我们俩合伙开。想必白公子也已经听说了苍元镇上这几日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指甲油了吧？听说了，不瞒你说，这几日其他几家在我这里进货的商家也问询我那个指甲油是不是我这儿做出来的。沈清看了一下他的左手小指，并没有涂指甲油。不用看，我还真不知道那东西究竟是谁弄出来的，我也正在派人查源头呢。凤星辰听到这儿，扑哧一声笑了，看了沈清一眼。白心不敢置信地看着沈清，难道是你？沈清无奈地摸了摸鼻子，把自己开小吃店买别人铺子时连人家的货也接手了的事情，之后自己无事时鼓捣出了一个指甲油出来。没想到本来觉得是个小东西，送吃饭的客官们让他们回去讨好一下家里的夫人或者妹妹，却没想到一下子火起来了。看来沈姑娘的确有调制胭脂水粉的天分，这几日啊，我们的人也折腾着在试，却总是不成功啊。只是我觉得你只是赠送了一下，不可能会一下子这么火吧。还奇怪的是，男人们喜欢涂，甚至还只涂着左手的小指甲。样板在我这里，我为了让人们一眼看明白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就让在我店里当掌柜的我小叔子涂了一根手指。本来我只是随意找了一根手指，没想到他这根手指就这样火了。白公子，白心看得点头。哟，确实很漂亮哈。哟，主要是这位小哥的这手也好，再配上这红色指甲油，哎呀，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感啊。是的，很多人都这么说。哎，不是，等等，卢家表妹，那就是晋公子的表妹了，还姓沈？那你是不是沈家村的那个沈家的大姑娘？是我。对，这就不奇怪了哈。曾经有一次跟晋公子一起喝酒，还听他提过一嘴，说你很懂做生意，我才知道外面的传言不可信啊。沈清淡淡一笑，说了个谢谢。嗨，没事，那我先带你们去外面的店里看一看，你看看你准备卖些什么，选一选，我让人今日给你配货。哎，你们这铺子准备好了吗？需要哪日送货呀？凤星辰见他们开始聊上了生意，对白心说：白少主，我就先去巡铺子了，那你就好好给他们俩介绍一下，这可是我的一个亲妹，一个当做亲妹的人。嗨，凤兄你放心啊，你既然带着他们来我这儿，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凤星辰离去后，沈清跟凤星儿就跟着白心在铺子里看货。两位姑娘准备怎么订货呀？是订大罐装的，自己回去装小瓶卖，还是我这里给你们装成小瓶的？这边这些啊，是用来装胭脂水粉的木盒和瓷瓶，你们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可以选出来，我让人给你们装瓶。沈清诧异了一下，他跟凤星儿过去看了看他的那些木盒和瓷瓶，白心看到他眼里的神色，莫非这些包装瓶你觉得不好看啊？你这些都是男人们选出来的吧？而我们这些胭脂水粉是卖给女人的，还是爱美的女人？这样你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白心微微一怔，仔细地想了一下，恍然大悟。爱美的女人肯定也喜欢任何美丽的东西，这些瓷瓶和包装盒也是一样，对不对？白少主很聪明，一点就通。谢谢，卢兄说的不错，你果然对做生意很懂啊。胭脂你就给我拿大罐的吧，回去我自己找人做包装盒和小瓷瓶来装。水粉你这里的罐子还可以，用这个还有这个装，这些还比较小巧可爱一些，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我心中的想象。等以后我给你看看我收集的那些瓶瓶罐罐，你就知道什么是完美的搭配了。
好，期待你们的铺子开起来，到时候啊，我一定亲自去看。白歆对沈清的铺子以后是什么样子的，有些期待了起来。这个香液洗澡的时候，浴桶里也可以倒一些，洗出来人香喷喷的。目前我们只研究出了桂花香和菊花香2种香味来，其他的花香不是很浓，做出来总是没什么味道。竟然没有玫瑰香？玫瑰是什么呀？沈清啊了一下，忘记了玫瑰在这里不叫玫瑰啊，就是狸娘草，江湖上人应该称为刺客草。那个我知道，只是我们这里很少有人养那种花，刺太多了，倒是不亏了刺客那个名字。等开春吧，我看看能不能弄到那个花，明年试着养一养，看能不能够做得出来那个香味儿。谢谢你提醒我啊。白歆觉得今日认识沈清真的是幸事一件，跟他的聊天中，他能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沈清种类选得多，最后和价钱一共是230两的东西。你们付200两就好了，30抹去了，还要多感谢沈姑娘今日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呢。这不妥吧？本来你就是给我们按你们出货价的80%算了。还没事儿，我知道呢，你们肯定跟外面人不一样。况且呀，我也想交沈姑娘这个朋友，还想着以后多与你聊一聊生意经呢。不敢当，白少主抬举我了，以后我们有了生意上的往来，还是要多沟通生意的。那是。后日给我们把货送过去，上午下午都行。镇东的去小吃街，我的铺子在那里，胭脂铺离我的小吃店不远，我的小吃店叫陆记风味小吃。行，怎么是叫陆记而不是沈记啊？我夫君姓陆，等以后见到介绍你们认识。好嘞。出来后，对了，星儿、青青，你们俩的铺子有名字吗？哥哥明日啊，给你们做匾额去。还没想呢。那你们想一想，有什么想叫的名字吗？沈清跟凤馨儿对视一眼，两个人又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大哥，我们商量好了，叫红妆胭脂阁。这就是你们2个人商量出来的？铺子的名字其实越是简单朗朗上口，越容易让人们看过一眼后就记住，想忘也忘不掉。红妆这个词很好，就这个。大哥，相信我们俩一定能把红妆做到天下人尽皆知的那一天。好，只要你们喜欢就好，那就定下这个了啊。哥哥明日给你们去安排，你们过来啊，只忙着收拾铺子里就行，我再给你们派4个人过去，听你们指挥。沈清正想说不用，凤馨儿已经开心地说谢谢哥哥，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了。青青，既然今天要开始那边忙铺子里的事情，要不让阿胜和阿西都跟着你去吧。他担心沈清那边人手不够用。不用，娘，有阿北和阿东就行了。阿西和阿胜还按照以前的，今天轮到谁就跟我去。家里也得有个男孩子陪着你，家里还有2个女孩子呢，怕您招呼不过来。那行吧，能忙得过来。而且我打算从今日开始，阿东就从如何经营新铺子学起，所以阿东以后也是必须要跟着我的了。那是他的造化，你看着安排就好，娘没意见，他能学好吗？能的，阿东很聪明，而且他也有做生意的资质，有什么东西我教他一教就会，有时候不用我细说，他都能懂。不给你拖后腿就好。沈清嗯了一声，把手里的一沓子纸递给了陆东。在马车上，你要把这些都看完。是大嫂。沈清决定把陆东培养成一个财务总监和总经理一般的人才，陆南却适合管外，总裁型人设非他莫属。而陆北让他做陆氏生意的安保总监，这样兄弟3个配合，基本上一个集团性的商业雏形就出来了。如今咱们家你掌家，怎么安排每一个人的路你考虑，娘可以给你参考意见，但我觉得你做出的决定都是很好的，都是为了他们好。当然，陆家能娶到的真的是走了狗屎运了。接下来的3天，沈清跟陆北、陆东3个人忙得脚不沾地。青青啊，这就是我大哥的朋友周涵，单丹青。你不是说想让我帮你找一个单丹青的人吗？我就让大哥帮我喊了周大哥来。好，那就麻烦周公子了，今日帮我画一些画，我们按您平时的价钱给您开价。不用钱，星辰说他的2个妹妹开铺子，想我帮画几幅画，要什么钱啊？正好我可以有机会练练手。画什么？你说。你等一下，就这么大的纸，这一些画手，这一些画脸，你只画黑白的素色，我打算等你画好后，用胭脂来给脸和手上妆。只画脸和手？脸画成美丽女子的脸，手画5张男人的手，也要细长好看一些，其他都画成女子的手。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我和星儿的脸型或者鼻梁什么的就可以了，毕竟这画是要放在店里给顾客看的，不能让他们联想到我和星儿身上。周涵打量他俩一眼。我懂你的意思了。好，那你先画一张我看看，再给你说一下我的想法。周涵点头，坐在桌边放下自己背着的书箱子，从里边拿出自己平时画画用的笔墨和镇纸石来。
看来这周公子是个很讲究的人。很快，一张朴素的脸出现在了纸上。青青，周大哥真会画，这美人脸也太好看了吧？好看到让我有些不忍心给这张画上妆了。你要怎么上妆啊？要不拿来东西我帮你。沈清过去拿出一套桃粉色的胭脂水粉和唇脂来。那我说你来画，这个美人这么好看，就来画一个桃花妆。这套妆的名字叫做桃花仙姬入凡尘。你这名字倒是挺雅致的，别有一番味道啊。沈清笑笑，就给他说起了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要怎么用。等周涵按照沈清的要求都画完后，青青，这套妆也太好看了，周大哥不应该画在这个女人的脸上，应该画在我的脸上。快，周大哥，来给我画一个这样的妆。凤馨儿双眼看着周涵都是星星眼。去，你离我远点儿，你哥看到又该瞪我了。这么小的一张纸，要怎么摆在铺子里啊？这个是要裱在薄木板上的，到时候做成摆台摆在桌上，明天你们就看到了。青青，原来你让木器行做的另外一些小木板就是做这个用的。沈清点头嗯了一声。周公子，那你先继续画脸吧，也不用变什么脸型了，这个脸型就挺好的，手也是，就照着这类型的画吧。哎，好。大嫂，有顾客要吃酸辣粉。大嫂，有顾客要吃酸辣粉。这时周胜皱着眉头过来喊沈清。沈清看到周胜皱着眉，心里咯噔一下，店里出事了。一进店里，感觉到气氛不对。陆北坐在账柜里，脸色不好看。阿北，怎么了？客人要几碗？你上茶水，我去做。3碗。沈清点头往后面走，陆北却没有倒茶，而是跟着他出去了。怎么回事啊？你的脸色这么不好看，那个人你认识吗？以前与你家不对付，还是仇人？他是周文山。谁？我舅舅。那个广陵城的郡君。沈清不敢置信，他就说怎么看着他的身形和侧脸有些眼熟呢？你没和他说话？我始终忘不了周家是怎么对我们娘儿几个的。你不妨这样想一想，当时如果你们娘几个依旧留在京城，你们活下来或者依旧如从前那般好的几率有多大？当军府因为将军的战死而没了，皇帝怪罪将军府打了败仗，让东域国丢失了一座城池，收回皇家所有的赏赐物件和封号，还要杀了大哥陆南平民院，是外祖和舅舅顶着压力出面保下大哥的。想到此，我明白了，大嫂的意思是说，也许他们当初是为了保护我们，才让我们与周家断了联系。看到他如今来了这里，我是这么猜测的，具体是什么，我们跟他聊过不就知道了。别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你其实很聪明的，你看看大嫂稍微提点你一下，你不就想明白了吗？可是他们与我们断绝关系之后，我们这些年受了很多苦，娘也哭过很多次，大哥也吃过很多苦。那你觉得你们之所以受这些苦，是你外祖家或者你舅舅造成的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我们将军府打了败仗，有人设计陷害我爹通敌叛国，趁机要了他的命，才会这样的。这就是了，又不是你舅舅你外祖家害得你们成为那样的，你们有什么理由怨他们呢？对不对？去吧，既然舅舅来了，就说明他也一直在找你们，只不过是最近才找到你们。坏了，阿北，你舅舅来了这里，那你哥去了那边就是白跑一趟，和你舅舅正好错开了。对不起大嫂，我刚才只顾着生气，我忘记了我大哥正好去了那边的事情。算了，你哥去了，看到他不在，可能很快就会回来了，你先去招呼一下舅舅吧，大嫂给他们做酸辣粉。好，对了，舅舅不爱吃鸡肉，别放鸡肉丝。还说恨舅舅，明明还记得他不爱吃鸡肉的。大嫂，我先出去了。沈清点头，开始加火煮粉。明明惦记着，还嘴硬恨人家。这兄弟俩呀，还真是和婆婆的性子很像呢。等沈清煮完3碗酸辣粉，用托盘端着去了前面的店里，亲自给客人放在了桌上，冲着他们点点头，就转身又出去了。你大嫂这厨艺不错呀。陆北沉默着点点头，转身回了账柜里。周文生昨日还在暗处看了一眼自家大姐，那是周氏出去外面倒水时他看到的，只不过他们藏得隐蔽，并没有被周氏发现。看到姐姐老了很多，脸上都有皱纹了，周文生很心酸。当初姐夫出事，有人趁机陷害陆家，想斩草除根，他们为了能保下姐姐和几个外甥，才会和他们在明面上断绝关系。毕竟周家还在那个漩涡中心，如果有人能拿捏住周家来收拾陆南兄弟几个，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阿北，过来坐一会儿。陆北一顿，默默地走出来，过去坐在他的对面。你娘现在还好吗？挺好的。你大哥呢？怎么是你陪着你大嫂开铺子？正好这时沈清再次进来。现在我们家是大嫂在掌家，你有什么事可以问我大嫂。周文生回头看了沈清一眼，又看了陆北一眼，失笑。
小北啊，你们当初悄悄离开，是因为你们发现了舅舅派去保护你们的人吗？大哥说，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遇到了6批人的追杀或者追踪。至于哪批是您的人，我想只有大哥知道了。你和阿南什么时候成亲的呀？10月初8。你们家也是做生意的？我家在广陵城有生意。战青呢？如果他能连这个名字也知道的话，他大概就知道沈清在陆家人心里的位置了。这刚成亲的媳妇儿，大姐就让她掌家呀？有些巧，她去广陵城了。什么情况？我爹月初回来说您被刺了，婆婆有些担心您，阿南就说暗中去看看，确定您没事，我们也就放心了。我还以为那小子会恨我们一辈子。怎么可能？他们心里明白你们是为他们好。说完他还笑着看了陆北一眼，陆北轻咳一声，去账柜里看账本去了。这铺子是你开的？陆家的人有多么不会赚钱，他是清楚的。他们的骨子里是属于武者和将者，刚直和率真。对于经商做生意这一套，可以说是完全不懂。沈清点头，跟他说起了陆家目前的一些情况，和他和陆南开这个铺子的过程。谢谢，战青能够遇到你，很幸运啊。舅舅客气了，想来再有几日，战青就该回来了。您是过来这边办公差，还是特意过来看看我娘他们的？上次那个案子送到我那边，我看到了陆南这个名字，就有些疑惑呀。让人查了一下，确定是他们，就打算过来看看。你们放心，这一次我是秘密出来的，不会有人知道。从当年他们离开京城，我就一直派人在暗中保护着他们。只是我的人终究还是被战青发现了，他们被甩开了。这3年来，我也一直派人在寻找他们的行踪啊。沈清轻轻地哦了一声，看来他是猜对了。那您要去看看我娘吗？还是我让阿北回去接我娘出来一趟？明日你那边的铺子是要开张吗？让你娘也出来走走。我中午在酒楼里订一桌，咱们一起吃顿饭。家里他就不去了，他觉得他要是去了姐姐如今的家，姐姐肯定会很不自在的。您来了这边，怎么能让您安排？我来安排吧。您住哪家客栈？明日中午我让阿北过去接您。不用，你忙你们的。明天开张新生意，应该会很忙是吧？我让他们2个去安排就好啊。行，不过酒楼就别去了，镇上我还有一处院子，上次阿南陪着我去收拾了一次。我让我娘明日去那边做饭，您吃一顿我娘做的饭吧，总比去外面安全一些，不容易暴露了您。行，那就听你的安排。他们回到镇北的院子时，周氏的饭菜也都做好了，而此时周文深则在院子里转着看着打量着。见到沈清进来，周文深冲着他点点头，温声问道：怎么样啊？上午的生意还过得去吗？还不错。和我一起合伙的星儿带了一帮富家小姐们去买东西。有人捧场就行啊。舅舅和我娘聊过了吗？开始还生我的气呢，不过后来就说开了。这次啊，我可能见不到阿南，我明日就得回去，路上能碰到的更好。现在我有几件事嘱咐你，等阿南回来了，你记得告诉他。舅舅跟我来吧，去给阿南准备的书房里谈。周文深点头跟着他过去，2个侍卫站在门口等着。周文深手背在身后，站在窗边看着窗户上的剪纸，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当年陆家出事，背后的人不是皇上，而是成王。这件事你一定要告诉阿南，这一次刺杀我的也是成王的人。成王他想上位，但是他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他决定斩掉皇上最信赖的一个个左膀右臂。世人都知道，最忠于皇上的人，文臣周氏、武将陆氏，再加上周家和陆家又是姻亲，更是成为了成王的眼中钉啊。还有一件事你们也要记得，这个镇子上的镇臣许云是您家的女婿，是宁王的妹夫。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并不多。宁王这个妹妹从小丢失，前几年才找到，据说还是成王的人发现的。至于许云跟宁家是不是一心，我不知道，但是你们要防着他一些。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把他调走。你们住在这里，他管着你们，我就总是不放心啊。沈清默默地听着，竟然这么复杂吗？成王是陆家的仇人，成王是个什么样的人？成王杨渊，皇上的弟弟，今年38了。原本兄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是从18年前皇上继位，当年成王的母妃玉贵妃自尽在自己的宫殿之后开始，成王就对皇上恨之入骨，认为是皇上害死了他的母妃。从那时，成王就对皇帝生了2心，皇帝也因此并没有给他赐亲王的身份。这些年，成王暗中搞事，皇帝就在暗中对付他。当年陆家出事，我们都没想到啊。我们呢，之所以让姐姐带着他们离开，
其实也是皇上暗中默许的，他得为姐夫保住这些儿子们。如果他们再往京城住下去，这几个孩子不见得都能够保住啊。这些话我跟姐姐说了，但我觉得她不会跟战青说，毕竟战青是姐夫的长子，不能不知道自家的仇人是谁。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劝战青好好的在这里生活，别想着回去报仇了。陆家的大仇啊，自有周家和皇上去报，现在局势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紧张了，从我遇刺这件事上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姐姐他们这一家子更是不能被暴露出去，他们既然离开了这个圈子，就别再被牵扯进去了。说完，周文生回头看着沈清，脸色严肃。舅舅，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你说。有一句话你应该知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保家卫国人人有责。您的话我会给阿南带到，但是他是陆将军从小就按着武将的标准去培养的，每天在他耳边唠叨的就是保卫边疆，保护百姓，保护家人。虽然如今他们离开了，那些已不再是他的责任，但是我知道阿南的性子，既然知道了周家和皇上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这样做的，那么我想作为一个东域国曾经的少将军，身为周家的外孙，他也不会看着周家涉险。至于他会怎么做我不知道，我只是表达一下我们的意愿。这些年他们兄弟4个一刻也没放松练功，我舅舅有需要，我想他们不会坐视周家出事而不管的。当然我的私心里也是不想他们再去搅和进朝堂里的事情里去的，只是亲人的安危我们肯定会去关注的。你很聪明，怪不得我姐在我面前多次夸你啊。沈清惊讶啊，我娘还在您面前夸我了？行了，我们先去吃饭吧，估计他们已经在等着了。沈清点点头，正要出去，突然回头问了一句：舅舅身上是不是有伤口？周文生一愣，没有说话。放心，我不会告诉我娘，只是因为我对味道比较敏感一些，才会闻到您身上若有似无的那点药味。哦，那你的鼻子算是厉害的，我是上完药又特意换了衣服这才出来的。没事吗？那您还跑这么远来一趟，应该在府里好好养伤的。没事没事，不是什么要害处，我只能是这个时候才方便出来，过几日就得在那边露面了。沈清不好再说什么，他们回到了正屋的中间那间屋内，周氏他们已经都在屋内等着了。坐吧。主屋内都坐下后，周氏先把孩子们重新给周文生介绍了一下。没想到周副将的孩子也这么大了，你们既然来了这边，以后就好好跟着几个哥哥在这边生活，别管那边了。我知道的，叔叔。此时的陆南确实是在回来的路上，只是他此时遇到事情了。没想到还是有功夫不错的，怪不得敢大半夜一个人走我这青云寨的地界上。青云寨，别愣着了，一起动手吧，先把人带回去再说。是，再说。手。顿时陆南觉得眼前光景变化，换阵，这做法也很熟悉。青云寨，陆战青、顾庭云，会不会是那小子？可是他不应该是在边疆当少将吗？怎么可能会落草为寇呢？没听说顾家出事儿。等回到青云寨，那老大是最后一个进来的。臭小子，怎么是你啊？我也没想到土匪老大是你啊！曾经在东大营里，他们俩是最无法无天、意气风发的2个少将军，却不想如今他们都成了这个样子。抱歉啊，兄弟。哎，你怎么落在这里了？你爹娘同意的吗？走，跟我去房间里啊，我慢慢跟你说。洛南点头，就跟着他从大殿后门出去。你这土匪老大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陆家离开之后，你们顾家不是应该趁机掌握了东大营的吗？哼，怎么可能？你爹当初离开东大营，本就是奸人的计谋。你们一离开，东大营就被城王的人占领了。我爹一气之下辞了职，退出了朝野。但是他们居然还不肯放过我们，暗中追杀我们。我爹娘、我弟妹都没能够幸免，我们顾家只活下来我一个。说这话时，顾庭云的眼睛都红了。又是城王，皇帝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明知道城王暗中铲除他的势力，还不早做防范？我们这些人不都是为他卖命吗？他连我们都不保护，我们还护他个毛！老子迟早一日反了他！你节哀，我这些年也是东躲西藏的，竟然没有听说过你家出事的消息。我们家的消息被压得死死的，他们以为我们家都死绝了，我也在等机会把这个事爆出来。你家出事是在哪年？在4年前，我无路可去，想起了曾经我们俩带着人来这里训练过，这里的环境适合隐蔽，我就来这里落脚了，成立了这个青云寨。那为什么带上我？
当时也想不到什么好听的名字，就想着我们俩带兵来这里训练过，就带了你的字，想着万一哪日我们能够找到你，拉你一起来，我们一起干一番事业，分了杨家的天下。最近几年呢，都是在这周围的村子活动过，住过，就是没想起来回来这里看看过。今日呢，也是因为想要早一点回家见到家人，才想着赶一赶近路，没想到吧，被你小子给劫持了。靠！哎，别说脏话了，我们现在不在军营了，那些粗俗的话不适合说了。你这小子是想挨打吧？你就住在我这附近，我们俩竟然没碰到一次，我应该早些带着人去打劫附近的村子的，说不定我们兄弟早就碰上了呢。别做梦了，我基本上啊是一个村子住上1年半载的，就得搬家了。陆南瞥了他一眼，不是缘分到了，哪里能碰得到呢？你那边怎么样？还是时不时被追杀吗？从去年开始就没有了，我也把他们的人彻底的跟丢了。不过我想成王应该是没时间追杀我了，最近他应该很忙的。陆南眯眼，都开始对舅舅暗中下手了，想来京城那边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了。活该，让他们兄弟俩先好好的斗一个你死我活，我们俩渔翁得利。你折腾吧，我没兴趣了，我现在有了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的。你一个从小练武将军府出身的人，不带兵打仗，你还有什么重要的事能做？你还会做什么呀？我反正是被我爹给养废了，除了带兵练武打仗，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干嘛。我和你不一样，我已经找到了比打仗更加有趣更加重要的事情。真不是骗我，什么重要的事情说出来让我见识一下。他还是有些不相信。陆南同情地看了他一眼，挑了挑眉，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就是不告诉他。你德行，陪我媳妇做生意赚钱呢。顾廷云惊呆了，这还是陆战清吗？我靠，你啥时候成亲了？粗俗，莫非嫂夫人是商家女子？陆南点头嗯了一声。所以你去老丈人家生意里帮忙？不是的，他家的生意不在本地，我们俩自己开铺子做生意的。哦，原来如此。那你们雇人吗？啊，我们手下带着30多个人呢。有的是干完力气活的人，我们去跟着你混怎么样？来，我就是开着一个小吃店，哪里可能用得了你们这么多人呢？你们这么多人去了，还不得把我媳妇吓坏了？再说了，你不是要干大事吗？拿下杨家的江山吗？你加油，我精神上支持你。滚蛋！你不来，我一个人去争个屁啊！我要来天下，自己当皇帝吗？我可没那个脑子。我还本来是想着拉上你一起打江山，你当皇帝，我当逍遥王，快活一生呢。不，我没那个兴趣。我已经遇到了想要守护一辈子的姑娘了，未来我只想陪着她一起做我们的生意，赚钱养家养娃。我去，你这动作够快的呀，孩子都有了。我去，你这动作够快的呀，孩子都有了。迟早会有的。顾廷云冷哼了一声，转开了头，突然间好羡慕是怎么回事？你家的仇你不报了？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先让他们兄弟俩好好的斗一斗，等他们内耗消耗的差不多了，到时候我们报仇也更加容易的。还得是你这个脑子。成，我听你的。看看这上面3个字，青云寨，你是头，不是我。以后这30多个人就都是你的责任。好了，我们等着你安排了。你们不会穷的快要没吃的了吧？你跟我来吧。陆南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跟着他一起出门。一个米缸，一个面缸，吃不了1个月了。你们平时是靠什么生活呀？劫富，济自己。哎，你放心啊，我们劫的都是那些为富不仁的那种人，我们是不会带着你的名字去做坏事的。陆南看了他一眼，赞许点头，还不错。顾廷云的性子他倒是了解一些的。之后他们又去看了金库，里边的银子加起来也没有50两。这些钱跟粮加起来最多也就够我们过年。这段时间这些小子也都被我赶出去打猎，寻找吃的捡柴，就为了能把这个年过了。明年呢？你们就没有想着做点什么事赚钱吗？想了，但是想不出来。能想出来的就是偷、抢、劫，但是我们这里路过的富商实在是没有，想不到偷也偷不出来。这些钱那还是我们种玉米卖回来的。你们呢，是我听说过最穷的土匪了。是啊，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不会赚钱的人，带着他们教他们功夫，这没问题。但是赚钱过好日子，这是真不行。突然他从袖兜里摸出一块金色的牌子来。既然你来了，这就给你了。陆南拿起看了一眼，青云寨1号牌。寨主的，这是你的。哎，不要，我拿着这个会被我媳妇儿嫌弃的。我媳妇儿可不希望我是个土匪头子。那你媳妇儿希望你做什么呀？哎，对了，她知道你身份不？我看中她，告诉她了，不打算瞒着她的。你就不怕她暴露了你的行踪？你家人如果在你身边的话，知道你有危险，会暴露你的行踪吗？行啊，算我说错话了。看来这小子对他这个媳妇儿还挺上心啊。要不有空去拜见一下嫂子，让嫂子收编我。这个你真不要啊？这不是你的吗？不是，我的是这个。
他又拿出一个银色的来，青云寨2号牌。顾庭云也没说什么，他不要，他改日见到嫂夫人时给他当做见面礼，反正当初就是给他留着的。以后他们这些人能不能不被饿死，就看这个1号牌能不能送出去了。一日，等顾庭云悠悠转醒时，却发现陆南早就骑马走了。起身才发现炕上放着几张银票，300两。看到这些钱，别说他还挺感动的。陆南是在腊月12那日下午回到镇上的，离开几日的时间了，他十分的想念青青。怎么是你在煮粉呢？你大嫂呢？大哥，你刚回来是吗？大嫂在另外一家店里，现在吃粉的顾客不多，就我来煮。大嫂招呼那边去了。另一个店？什么情况？什么意思？大哥，你别打扰我，我怕弄错。你呢，先去前面问一下露西，让她告诉你这几天发生的事。陆南嗯了一声，转身从后门进了店里。安西，大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进门的。你大嫂在哪个店呢？把我不在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简单的说一下吧。哦，你离开那日，露西给他说了起来，很快就把他离开这10天发生的事情都说完了。陆南不敢置信，他就离开几天，青青竟然做了这么多事儿，还另外开了一个铺子。他这是娶了一个多么厉害的姑娘回来呀！我知道了，你看好店，我过去看看你大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陆南进门后，一双眸子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脸上。此时见到他开心的神色，他眼眸里也都是欢喜，眸子里荡漾着一抹温柔，声音更是柔和。刚回来。他这样的外形配上这语气，让这铺子里的所有看客心里都有一个感觉：铁汉柔情。沈老板，这是你相公啊？是我相公，出门了几天，这刚回来。哎呦，那我们可得加快挑的速度了，这是小别胜新婚呀。不着急，你们慢慢挑。陆南也走过来，与他挨着站着，很想抱抱他亲亲他，但是这里人多，他不想青青被人看清了。那你先过去那边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让阿北他们早点收拾。今日我们早点回家，你走了几日，娘也担心了几日，早点回去，她能安心。好，你这段时间很累的吧？辛苦你了。想开铺子的话，应该等我回来的。表哥也不在，谁帮你啊？星儿和风大哥忙得多，我还是忙咱们那边铺子的时候多一些。那我先过去了，你一会儿忙完过来。好。等沈清忙完这边时，时辰也近酉时了。进了小吃店，见陆北跟陆西在铺子里算账，不见了陆南。你哥呢？在厨房里收拾呢。那我去看看，你们收拾铺子里吧。先去外面把门板安上，把门锁好，我们早点回去。对了，阿北，你去给大嫂买2盒点心，我和你哥晚上要回沈家一趟。是，大嫂。陆北应了一声，沈清去了后面厨房。他刚一进去，头就对上了陆南炙热的眼神。青青，我等了你半个时辰了。我等了你9天加4个时辰。陆南笑了，大手一捞，就把人紧紧地抱在了怀里，低头吻就落在了他的唇齿间。沈清顿时腿一软，靠在了他的怀里。进空间吧。你想干嘛？马上要回家了，进了空间，他们一会儿还能出得来？哪一次不得玩个半个时辰以上才会放过的？想什么呢？我有那么猴急吗？只是不想正亲着我媳妇儿被人进来打搅了。沈清被他这话逗笑了，信了的。一个意念带他进了空间，2个人是出现在院子里的。陆南没了顾忌，这一次紧紧抱着媳妇，加深了刚才断了的吻，一解多日的相思之苦。只是吻着吻着，他不想把人放开了。青青，我想说话不算话。陆南的眼眸幽深，望着他的眼神像是他就是一块美味的点心，下一刻他就会一口吃下去。你给我克制点，还有2个铺子等着我们去锁门，还有1晚上呢，你急什么？这是你说的，不许反悔。小别胜新婚，他出门刚回来，他也想他呢，怎么会反悔？结果到了晚上，沈清知道了陆南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一晚上的时间，他告饶了多次，他就拎出来他下午说的话打击他。陆南回来，周氏也放心了。翌日早晨，周氏跟陆南回屋说话去了。周氏把他舅舅来的事情说了，也把周文生跟他说的一些话都跟陆南讲了。他发现他说完，陆南还是一脸平静。莫非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昨晚小两口还有时间说这个事儿？去年来这里之前，我就查出了我们的仇人是成王。那么早？所以我才带着你们离得更远了一些的。你能这样做，娘很高兴。我们身为武将，上战场杀敌，杀了那么多人，其实想想，人家也是有父母，也是有儿女，爹确实是被敌军所杀，我们不能怨恨什么，所以我理智还在。但是成王的人背后搞鬼，耍阴谋，出卖我爹的军情，这就不对了。成王这边的仇，
我迟早会报的。但是这个不是急于一时的，也不是冲动就可以报的，这个仇得用脑子报。所以娘不用担心的，不到恰好的时候，我是不会动手的，把我们一家人再置于危险当中的。好，你能这样想，娘就放心了。好了，去吧。这段时间你不在，青青很忙，也很累，白日间多照顾着她一些。人家毕竟是没吃过太多苦的小姑娘，回来我们家却过得这么辛苦，你更要对她好一些。放心吧，她是我要陪伴一辈子的人，我比任何人都心疼她的。好，陆南跟自家娘说完，回到屋内，就见沈清趴在炕上又睡着了。他十分心疼她，这时候也有点后悔自己昨日的梦浪了。想了想，他转身出去。阿北，你带着阿东去镇上吧，今日就开红妆，小吃店今天不开了，让你大嫂休息一日。怎么，大嫂生病了？陆东这时也走了过来，看了陆北一眼，对陆南道：我知道了，大哥您放心吧，铺子里我知道该怎么做。那你今日好好在家里陪下大嫂，我们俩走了。有事情解决不了，就让你二哥去急救房找凤星儿，那个铺子是2个老板，有事他也能够解决的。知道了。陆南去跟周氏说了一声，周氏了然，这是儿子把人家折腾惨了，这么一会儿就累得睡着了。一会儿娘去给青青炖个鸡汤补补吧。谢谢娘。那今日上午呢，我就陪着青青先休息了，不出房间了，你们忙你们的就好。阿南，多让青青休息，你们路很长，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呢。知道了，娘。被自家娘这样教训，陆南的老脸也有点扛不住了，说完就赶紧回屋陪媳妇去了。看着爱妻的睡颜发呆，看着看着他也睡着了。沈清睡醒了，一睁眼，完了，他躺一下就睡着了，都快50了。再低头看陆南的睡颜，他的眼睛周围有些发青，顿时有些心疼。他这几日是不是没有好好睡觉，一直在赶路呢？臭小子，不要命了吗？回来还折腾了一夜。既然今日已经这样了，就继续躺着休息吧。夫人，还满意你夫君昨晚上的表现吗？哼，狼崽子，太过分了！5天之内不许再碰我。好，这几日啊，就不闹腾夫人了，让你好好恢复体力。今晚开始，我去空间种田，空间里还有很多活要干。他决定每晚要去空间里干2-3个时辰的活，尽快把他要给沈清做好的湖边别墅做出来。对了，青青，空间的那些树是可砍伐的吗？应该是可以的吧，我看到很多地方还有砍伐过的痕迹。哦，那就行。接下来2个人就进了空间，一边干活一边聊天。沈清把舅舅给他留的话都传给了他。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他又把他回来时未走近路去了青云寨的地盘说了一下。这么说，青云寨的青是你？陆南点头嗯了一声。等小夫妻俩忙到50正，洗漱了一下，换好衣服出了空间。青青，那个盆里有娘给你炖的鸡汤，先去喝一碗，一会儿我们吃鸡丝面。沈清应了一声，也知道昨晚他被那个男人掏空了，得补一补。谁知一口鸡汤下肚，沈清突然感觉到一股子恶心的感觉往上翻滚。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眉头怎么皱得这么紧？沈清看到他，就狠狠地在他小腿上踢了一脚。臭小子，肯定是他昨晚把我折腾得太空虚了，才会出现这样不舒服的情况。陆南的腿上倒没有觉得多疼，轻轻也没有用劲，但是他从他这一脚上感觉出来了。看来他的身体是真的不舒服，莫非是那里头？这样一想，他就觉得自己确实有些过分了，眼神下意识地往他的小腹处瞄了一眼。是不是疼啊？要不回屋去啊，我给你揉揉。你脑子里在想什么？陆南被他看得脸也红了，轻咳一声。没想什么。沈清看着他脸红脖子都红了的样子，根本不像没想什么，但是他现在不舒服，懒得去猜他的心思。别站在我面前，你挡着我吸收新鲜空气了。陆南哦了一声，转到他的身侧，微微侧头看着他，不敢胡乱说话。他也感觉到他脾气突然变得不好了。青青，我把剩余的工具啊都收拾好了，你过去帮我收到空间里，可以吗？陆南小心地问。沈清点头过去帮他收了。你去厨房帮娘做饭吧，我有些不太舒服。你去厨房帮娘做饭吧，我有些不太舒服，在院子里走走，不想闻到厨房的油烟味。好，那你走一走吧，如果实在不舒服的话，就喊我一声，我去找罗大夫弄点药膏。沈清看着他躲闪的眼神和这话语，顿时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啊？不是那里疼，是我不知道怎么的，刚才在厨房里想要帮娘，却突然有些恶心的感觉，所以我只能出来了。可能是昨晚太累没睡好的原因，今晚早点休息，应该明天就能好了。陆南听完更内疚了。对不起，以后我会注意的。我没想到会是这样，对不起青青，那你回咱们屋里再睡觉去吧，饭熟了的话我喊你。他说完也不管沈清同意不同意，直接弯腰抱起人就往屋内去了。那边陆熙跟周胜刚刚从屋内洗漱完出来，就看到大哥抱着大嫂回屋去了，2个人对视了一眼，嘿嘿一笑。
大哥对大嫂真好，大哥就是我们的榜样，以后我们娶了媳妇儿也要这样对媳妇儿好。没准大哥这样做是特意做给我们看的。大哥这些年教育我们的方式就是以身作则。你们真幸福，有大哥这样一点点教你们。放心，以后你也可以多学多看。在我们心里，大哥无论做任何事都是对的。屋内，沈清被陆南强迫着安排在炕上让他休息。你先睡一觉，如果吃完饭还是不舒服的话，我就去请罗大夫来给你开点药。陆南也被吓坏了，他现在心里很害怕，如果真的是因为自己把青青折腾出了毛病，他会自责一辈子的。青青呢？娘，青青不舒服，我让她回去睡觉去了。怎么回事啊？她说不舒服，那时候在厨房里闻到油烟味难受。臭小子，是不是你昨天太闹腾他了？陆南老脸一红，没敢看自家娘，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只低着头。臭小子，你是狼崽子吗？又不是分开几年，如果你把青青折腾病了，我再找你算账。说完，周氏赶紧过去媳妇那屋看媳妇去了。看到沈清即便是睡着了，也是小脸发白，眉头紧皱，周氏的心里就更气了。看着沈清睡得沉，周氏也没有喊的，转身出去厨房里又用煮过鸡汤的鸡肉给沈清熬了一个鸡肉粥。今日上午，沈父沈天启突然心血来潮，想去镇上看看女儿开的店铺生意怎么样。只是他们来到沈清的小吃店门前时，却见门是关着的，没开。青青呢？发生什么事儿了？沈天良也不知道沈清的胭脂铺在哪儿，兄弟俩一时间心里有些担心沈清。他们俩回到村子里时是午时了，沈天启回了自己院子。阿涵，你去看一下你大姐，就说晚上回来吃个饭，你爷奶想她了。阿涵，你去看一下你大姐，就说晚上回来吃个饭，你爷奶想她了。臭小子，谁还不出个门，回来就把我的闺女拘在家里折腾，要不是走了3、5年，真是的。一路上他想到陆南是以私心留下沈清的，心里气就不顺。自家闺女的小胳膊小腿儿，那臭小子都不知道心疼一些。沈海得令屁颠屁颠的去陆家请姐姐跟姐夫去了。谁知他去了陆家，却看到他们一家人吃饭，不见了自己大姐。沈海一愣，姐姐呢？阿海，吃饭了吗？先过来吃饭吧。沈海点点头，脸色沉着。我姐姐呢？你姐在屋内睡着了，她今日有些不舒服，我就让她在家里休息了。刚才去看她还没醒呢，就没有喊她，让她多睡一会儿吧。陆南赶紧解释着，但是对着小舅子，他说这话时总是有一种心虚的感觉。我先去看一下我姐啊。陆南点头，带着他回去了他们屋内。正好开门声惊动了正悠悠醒来还有一些迷糊的沈清。青青醒了。阿海，你怎么来了？爹和四叔上午去了镇上，去了你们铺子那边，结果看到你们没开门，担心你，让我过来看一看，顺便请你们晚上回去吃顿饭。爷奶想姐姐了。听到沈天启去了铺子里，还碰到他们没有开门，陆南跟沈清对视了一眼，脸色有些尴尬。就偷懒这么一次，还被岳父给抓住了。看到沈清没事儿，话也带到了，沈海告辞回家吃饭去了。青青，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啊？娘，我没事了。没事就好，我们吃的是烩菜，我给你熬着鸡肉粥呢，我去看看，应该差不多了，你先喝点热水。说完，周氏眼神悠悠地看了陆南一眼，给你媳妇儿倒点热水。陆南赶紧先把沈清安置着，坐在椅子上，再去给沈清倒了一杯水。你也坐着吃吧，我没事了。陆南点头，按着他坐下。对面4个小家伙也都担忧地看着沈清。沈清看了他们一眼，笑了笑：“快吃饭，大嫂没事了。”大嫂，你是不是太累了？不是，是昨晚没休息好，赶紧吃饭吧。吃完大嫂带你们俩串门子去。串门子可以吗？大嫂，去哪儿啊？去我娘家，带你们去见见我爷爷奶奶。我家也有很多小朋友，你们去了可以和他们一起玩。哦，是沈江、沈阳他们吧？家里还有2个比你们俩大一些的小姐姐，估计你们也没见过，带你们去认识一下。周氏给沈清端了一小盆鸡肉粥回来，沈清闻到味道香喷喷的，顿时感觉到肚子饿了。青青尝尝看，上次见你做过肉粥，娘就试着用鸡肉做了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沈清吃了一口，点头，挺好吃的，清清淡淡，一点也不油腻。娘，你也尝尝。好。周氏笑了一下，沈清吃着舒服，就把周氏给他舀的一碗都吃了。吃完后，还要吗？我再给你盛点吧。我吃饱了。那你回去躺着吧，一会儿我洗碗。下午啊，我们早点回去陪着爷奶他们。好。他能为自己想得周到，沈清很欣慰，但是也没离桌子。周氏这个长辈还在吃饭呢，他不好离席。对了，弯弯、阿丽，你们俩可有想学的手艺或者想做的事情？大嫂，我们想读书认字。这个是最基本的，不是手艺，
等我们盖起房子，你们都有了自己的房间后，都要有自己的书柜书桌，练字读书都会安排上的。大嫂说的手艺，就是除了读书之外，琴棋书画绣这些适合女孩子另外学习一技之长的技艺，你们有什么喜欢的吗？两个人都有些茫然地看着沈清，茫然地摇摇头。抱歉，是大嫂考虑不周，你们俩还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技艺的境界呢。这样吧，等有机会，大嫂带你们去都见识过，你们到时候再告诉大嫂你们喜欢什么，大嫂按着你们的兴趣，给你们一人选一门你们喜欢的手艺，培养起来。现在你们的年龄正是学东西的时候，可不能浪费在一些家里的琐事上。谢谢大嫂。陆南洗完碗回来，发现沈清正蹲在地上帮他洗衣服。青青，快放下，水凉，我来洗吧。没事的，这水在屋里的水缸内放了几日了。我说凉就凉的，这大冬天的，你别沾凉水了。娘嘱咐过我好几次了，别说冬天了，夏天你也尽量的别沾凉水，凉水对女人的身子不好。陆南一边蹲着洗自己来回路上骑马穿过的衣服，一边对沈清说道：好，知道了，南哥。小青青，我喜欢听你叫我南哥，来，再叫一个。沈清却不叫了，一听他叫小青青，他就腿软，哪儿还敢再撩逗的。青青，书包下面那2个东西都是给你的，你打开看看。陆南看沈清不搭理的，也不好再挑逗的，他想起了一上午的担忧来，赶紧转开了话题。沈清应了一声，把他的书包抱过来，从里边拿出那个布袋和木盒子来。这哪里来的酸枣呀？广陵城还有卖的？不是的，是去的路上碰到了一棵酸枣树，上去摘的。一会儿我去洗洗，给娘他们分一些。你喜欢吃这个的话，你就留着吃吧，娘不爱吃酸的，我明日从镇上给买些果脯瓜子就行。沈清想了想，好像确实是这样，因此笑着点点头。这是什么？是表哥让我给你的，说是你拜托他所做的，说什么是自动笔。他竟然给做出来了。沈清不敢置信，赶紧拿出一根来观察。呀，不错呀，表哥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就是自动笔吗？应该叫便携笔，出门时带着方便，我们铺子里记账时用着也方便，就是没有笔盖，如果有笔盖就好了，这样就不怕碰断笔尖了。对了，表哥说这里是可以按的。是吗？试着按了一下，发现前面的笔尖果然长了一点。表哥太厉害了，在哪里找到的能工巧匠？竟然在这根很细的笔里还加了推动笔芯的机关。不知道具体的，表哥没有说，只说呢让给你就行了，让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等他回来的时候再告诉他。我知道了。他们到了沈家时是下午申时。是青青回来了听出来了。二老坐直身子时，沈清也已经推门进来了。爷爷奶奶最近好吗？好着呢，我们就在家里什么也不做，有什么不好的？倒是你，听说你这段时间很忙。老太太笑着打量着自家孙女，眉眼里都是慈祥的笑容。这一下午，沈清和陆南都是在后院屋内陪着老太太和老爷子的。屋内不时的就会发出一阵阵的笑声。院子里，三婶白氏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就转身离开了。晚上吃饭时，老爷子和老太太看到有炖鱼和鱼汤，满意的看了钱氏一眼，还不错。姐，来尝尝。谢谢阿海，你也吃，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这段时间每天早晚还在练功吗？练呢。沈海飞快地看了陆南一眼，赶紧说道：饭后呢，我去检查一下练的结果。是，姐夫。还真别说，这小子呀，挺听你的话的，每天早晚雷打不动，必须要练功1个时辰啊，还挺自觉的呀。是的，爹，练功呢，就是在于勤和熟练，功夫都是练出来的，招式是学来的。有道理啊。沈清听他们说了几句，低头开始吃饭。只是一口鱼肉吃进嘴里，他突然又感觉到了一股恶心感直往上涌。怎么了，青青？哪里不舒服吗？没事，奶奶。他强忍着难受，吃下了那一块鱼肉。不会是又难受了吧？是不是又恶心了呢？青青，是不是今天这鱼炖的不好吃啊？三婶白氏皮笑肉不笑地问了一句。她总觉得沈清之所以这么讨好二老，肯定是二老给了他很多的好处。人们都说商人是无利不起早的，而沈清连自家男人都夸他很懂做生意。这样懂做生意的沈清，沈三婶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凡事不图利的人。尤其陆家眼见着越过越好。陆南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刚才听到三婶端菜的脚步声，他就知道下午在窗外偷听的那个人是他了。不是的，很好吃，您赶紧吃吧，没事。钱氏看了沈清一眼，没有说话，继续低头吃饭。关心他的人很多，不少自己一个。姐，那你喝点鱼汤吧。
沈清闻到这股味道，刚才压下去的恶心感再也控制不住，他站起来就向外面跑去。陆南一看，脸色一白，赶紧蹦起来就追出去，跑到他身边护着他。沈清跑到院子里的花田边，蹲下就是一阵干呕。陆南看着他难受，心里后悔不迭，恨不得揍自己一顿。青青啊，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奶奶，您别出来，小心着凉了。我从中午闻到厨房里的油烟味，就会感到一阵恶心。下午我以为没事，没想到晚上闻到鱼汤的味道，又开始难受了。没事，可能是最近忙着没休息好。老太太听他这么说，皱着眉沉思了一下，突然一愣，又打量了沈清几眼，眨巴了一下眼睛。老四，你赶紧去一趟罗大夫家，把他请来一下。青青是不是得了肠胃病啊？这怎么还恶心上了？沈天启突然睁大眼睛，噌的一下看向了沈清。这情况怎么和月容当初怀青青的时候的状况差不多呀？不会是青青有喜了吧？想到此，沈天启去看自家娘，看到娘眼里的笃定，他明白了，也不好说什么了，一切等罗大夫来了再说吧。臭小子，才成亲了多久就让青青怀孕了？陆南哪敢与老丈人对视，一双眸子担忧地看着沈清，不敢错开丝毫的目光。没事，奶奶，爹，我们先进去吧。他也觉得罗大夫来就来吧，看看也好，自己这段时间正是要忙的时候，可不能真的生病了。很快，罗大夫被沈天良请了回来。恭喜陆公子啊，你要当爹了。陆南一愣，什么当爹？他还没孩子呢，当谁的爹？等等，您是说青青怀上了？有1个多月了，你们粗心了啊！月氏这么久没来，都不想想是不是有孩子了呀？沈清也不敢置信，这就是怀孕的感觉吗？他也直愣愣地瞅着罗大夫。哎呦，你们2口子瞪着我干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太好了，罗大夫，来喝茶。沈天启因为有心理准备，倒是最淡定的一个。老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开心呢，快，你们扶着奶奶，奶奶要回屋内上一炷香。赶紧扶着老太太往后院去了。老太太把这份喜悦留给了小夫妻俩，先独享一下。一下子，小屋子内只剩下陆南和沈清。陆南慢慢地蹲在他身边，与他的肚子平视着，怔怔地看着他的肚子。所以，说你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了吗？沈清被他这样看着，有点不好意思。快起来，被人看到不好。谁知道陆南突然趴在他的腿上，声音有些颤抖。对不起，谢谢你，青青。说什么呢？快起来！沈清用力地去拉他，陆南哪敢让他用力，赶紧站起来，站在他面前，望着他的眼睛红红的。青青，谢谢，辛苦你怀着我们的孩子了。以后不知道他会有多辛苦，但只是今日这2出，他就很不舒服，连饭都吃不好。以后要是一直这样怎么办？光想想他心里就难受不已。怎么办啊？我们2个的铺子才开张，我还想好好做生意呢。别担心了，一切有我，该怎么做该做什么，你教我来做。也只能这样了。你放心吧，一切呢会以你为重，生意的事随缘，等你生完孩子，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我只要你好好的。好，我看着安排着，也许过了这几日就没事了。2个人只是轻轻地拥抱着，2个人内心里也在慢慢地消化这个突然而来的消息。我们出去吧。陆南点头，放开他。你空间里有红色的福袋吗？沈清一个意念，手上放着一个。陆南接过。你说给罗大夫几两的辛苦费呢？给2个就行，好事成双，感谢他给我们带来这个好消息。陆南应下，装了2个，扶着沈清出去了外面的大屋内。众人见到他们出来，都看过来。青青啊，你说一下最后的月氏日子，我帮你具体算一下日子。最后一次好像就是我开铺子的时候，11月初8。那就到正月初8是2个月，这样算的话，生的来年8月底或者是9月初。好日子，8、9月正好也不热了，青青坐月子也舒服一些。陆南把手中的福袋递向了罗大夫。罗大夫，谢谢您大半夜的出诊。好，这是喜事，我收了。罗大夫乐滋滋地收了2个喜包，又对沈清和陆南说了一些恭喜和嘱咐的话后就走了。青青啊，快来坐着，饭菜也凉了，让你3婶再去热一下吧。不用，奶奶，我不想吃了，你们谁还要吃再热一下吧。不吃了。青青啊，没事的，爷爷，我还和以前一样，只要不闻到那种腥味就不难受。皮实点好，你奶奶怀过你爹他们6个呢。
怀着孩子时啊，也是照样干活，还跟着我去田地里。老爷子说完，就感觉到身边冷飕飕的，回头就对上老太太恶狠狠的目光，就不敢往下再说了。是，知道了，爷爷。爹，那是您不懂得心疼我娘，也幸亏我们命大，都没被我娘给累掉了。陆南也听明白了，赶紧表态。爷奶和爹放心吧，青青怀着我的孩子，是我们家的大功臣，我不会让他累着。以后呢，我不再离开他身边，事情都是我来做。沈天启满意女婿有远见，点头轻声道：适当的活动还是要有的，只是不能干重活，还是要注意点，不然有点啥事儿，最后难受的还是你自己。是，爹，我晓得的。青青今天胃口不好，我就已经很难受了。你是个好孩子呀。沈清看着身边这些关心自己的家人，很开心，轻声道：爹，你别吓唬他了，我自己知道分寸，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有事的。沈天启默默地嗯了一声。回去的路上，陆南一直紧紧牵着沈清的手。阿南，开心不？陆南轻轻地嗯了一声，他的开心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表达了，只握紧他的手，给他安全感。青青，要不把小吃店关了吧，只留着胭脂店开着，你也不用每天去的。没事儿，好不容易开起一个店铺来，怎么能随便就关了呢？这对我们以后开展生意影响不好。现在月份小，影响不大。等过完年，我们也搬到镇上了，这边开始盖新房，我就不回来了，也不用来回跑了。那就再买一辆马车吧，我陪你住在镇上，这样呢，来往也不远，路上也不用颠簸了。让阿北、阿东他们每天呢跑着回家里带粉条到镇上。至于铺子里面厨房里的事情呢，你教我怎么做，我来做。阿北不是也学会了吗？我们俩呢，谁有空谁做，这些啊都不是难事的。那也行，听你的。陆南听到他答应，松了一口气。两个人回到家里，把沈清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周氏。周氏听了也高兴地笑了，直说这是他们陆家的福气。陆南就说青青晚上没吃什么，他去给她做点吃的。周氏回身要去，被他拦下了。我去吧娘，我知道他爱吃什么。您一会儿啊就早点休息吧，这几日您也很忙的。陆南给沈清熬了一碗白粥，煮了2个鸡蛋。如果闻到油腥味恶心的话，那就只能吃这些了。果然，他端回屋内时，沈清很给面子的都吃了，也没有难受的迹象。陆南把沈清吃完的碗去洗了，回来时提着半桶热水。青青，要泡泡热水吗？我给你调水温呢。去空间洗吧。他喜欢空间里的温度，不冷也不热。下一刻，他们俩也出现在了空间内。看到小屋子地上的浴桶，他赶紧过去给沈清兑水温。青青，桶里这半桶水是灵泉水吗？是不是对你身体好？我想着会不会对胎儿也有好处，以后洗澡我都用空间里的灵泉水洗。你说我们的孩子将来出生后会不会是个聪明的小可爱呢？那是肯定的，毕竟我们俩就很可爱呀。我觉得我还挺可爱，你嘛不觉得？没关系，我媳妇儿可爱就行了。沈清倒是被他说的不好意思了。我送你出去，你整理一下我们的东西吧，明日我们就搬去镇上。好，我和娘说了，你一个人行吗？要不等你洗完睡下，我再去收拾吧。没事儿。沈清说着，一个意念就把他送了出去，自己一个人舒舒服服的泡了个热水澡。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等他洗完穿好衣服才出了空间。不行，青青，以后啊我还是不能离开你身边的，这一会儿的时间我担心死了。好，这么听话。翌日的早饭，周氏煮了红薯粥，烙了糖饼。青青，辛苦你了，娘送你点福气。谢谢娘。刚开始这几日会不舒服一些，过了2个月会好一些。有些身子底子不好的，可能会难受到4个月。这几日胃口不好时，你尽量吃得清淡一些。是，谢谢娘。这几日我多叫几个人，把红薯都磨成粉。过几日我去镇上伺候你，记得有什么活让阿南去做，他不在你就等着，自己别去做，什么都没有你的安全重要。是，娘。他觉得他挺幸运的，遇到了这样开明大气的婆婆。不说别人家，就沈家，他记得当年几个婶婶和前世怀孕时，该做饭也得做。听娘的。好，准备好这边，他就赶紧赶着马车回了店里。当天下午，陆南在厨房里呛辣椒油，沈清指导完，他就回了前面的铺子里，但是还带了一点味道，他顿时就有些不舒服了，忍了忍，还是干呕了一声。青青，要不我去买2个人吧，厨房里呢
还是培养2个人来做吧。他担心他在厨房里待着时间长了，轻轻靠近他就不舒服怎么办？暂时还是不要了。有时候我们要从空间里拿一些东西来，厨房有外人也不方便。至少在我们的庄子能种出来那些辣椒之前，厨房里不能放外人。陆南想了想，庄子，青云寨那些人不是正好闲着没事干吗？过完年把他们弄到那座山下，给他们先开田地建庄子，正好。好，那我来安排。陆南顿时浑身充满斗志，他觉得目前自己的任务还挺多挺重的。等天气暖和一些时，你再给李老爷子送去几株草，价格他看着给，我们用来建设庄子。好，上次呢我去了呢，还看了一次李老爷子呢，他问我绿姑娘的事情。那就好。有什么想吃的吗？会不会吃点喜欢的会好一些呢？那你去帮我看看卖果脯的人家，有卖酸杏干的吗？我看看吃点酸的会不会好一些。这几日他隐隐有一些感觉，每次他不舒服时，吃几颗陆南给他摘回来的酸枣，他就会不那么恶心了。但是这几日他已经把酸枣吃完了。好，你等等。青青，你看看这几种，你爱吃哪种？卖果脯的侯老板说呀，这3种是酸味的。沈清低头去看，一个里边是干的酸杏干，一个里边竟然是干话梅干，还有一个是压干的橘瓣。沈清各自尝了一个，还是比较喜欢酸杏干。就这个吧。你给钱了吗？给了的话，把另外2种让阿北他们带回去，给娘和妹妹们吃。沈清从篮子里拿出杏干的小罐。好，那我让阿北呢把这2种带回去。他转身又出去了，再回来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这是什么？杏干呢？我把老板店里剩下的都买了，你放在空间里，什么时候想吃了呢就拿出来吃一个。傻子，这东西虽然解我的恶心，但是杏干孕妇吃适量是可以的，过量了也是不好的，就和山楂一样。山楂啊，山里红。哦，那个也是酸的吗？陆南见过，但是没有吃过。也是酸的，适当吃几颗可以解孕期反应，但是不能多吃，不然会导致怀胎的。陆南把他的话记在了心里，既然买回来了，他只能收了。从腊月20之后，他的恶心症状竟然慢慢的消失了，之后几日更是没什么感觉了。知道他彻底没事了，陆南也放心了。腊月26那日，陆家全家人搬到了镇上镇北沈清的那个院子里，一家人准备在这里过年，当然还是要回沈家送礼一趟。外祖家和爷奶在他心里是一样的分量。青青，你有孕的事儿，今日要告诉外公外婆他们吗？肯定是要说的。外祖他们已经比爷奶他们晚知道10几天了。之前我没去也没让你说，是因为我还难受不舒服，怕外婆看到会难受。幸好这几日不难受了，我便在今天可以说了。好。他们去了卢府，管家跟侍卫们接了他们进府。陆南让侍卫们帮着拿下马车里的东西，他则轻轻地牵着沈清，2个人往内院走。刚到内院的垂花门，卢静接到消息已经出来了，身边跟着他的弟弟卢俊。青青、阿南，你们这是关门了？表哥，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晚上才回来，这会儿你表嫂跟孩子还在休息，我们俩本来是打算出门去铺子那边看一看，结果就碰到你们来了。俊表哥也是昨日回来的。我下午回来，比大哥他们早一些。卢俊笑笑，看了陆南一眼，冲着他笑了笑。陆南再次冲着卢俊一抱拳，卢俊也回了一礼。青青、阿南。他们刚坐下来，后面进来4个侍卫，各自抱着2个箱子就进来了。这是什么呀？这段时间一直因为忙，没能过来看望外公外婆和舅舅舅母一下，今日总算是忙完了。我和阿南倒是省事儿了，看望和年礼一起来了。你这孩子，舅舅舅母还年轻，你送什么年礼啊？要送的，没有舅舅舅母表哥你们保护我们，我和阿南也不会顺利的在镇上站住脚跟。二老听到外孙女来了，已经匆匆过来了。青青、阿南，你们俩可是好久没来了。外婆外公，你们慢点。他能感觉到老太太是匆匆过来的。青青，这段时间你们怎么了？外婆好几次梦到你娘哭鼻子，就担心你那边有事儿。可是你舅舅说侍卫们回来禀报你们的店铺还开着，想来又没事儿，外婆就没敢打扰你们。外婆竟然梦到娘在哭，突然间她明白过来，外婆是把对女儿的那种关爱全部用在了她的身上。我没事儿，外婆，就是前段时间查出来有了身孕，我反应大了一些，加上店里离不开我，前几天就一直有些不舒服，也不敢过来，怕你们看着我难受担忧。
沈清说完这话，屋内的众人都愣住了。沈清，你有身孕了？1个多月了，罗大夫说我可能反应几日就好了。果然，我到前几天就好了点儿，这几日又忙着，就想着等收了铺子就过来看看你们。沈清放开老夫人，抓着她的手，轻声说着话。孕吐是有些难受的，那你这就很好啦。你舅母怀你大表哥时，一直孕吐到4个多月，吃什么都要吐，当时把我们都吓坏了。没事的，阿南担心我，把你们给我那处院子收拾了一下，我们俩先住过来了，我也不用每日回村子里了。哦，这就好。那过年在这里过，还是回村子里啊？在这里吧。昨日我婆婆把家里那边的事情也都做完了，也搬过来了，每天就伺候我。而且过完年后，家里那边也要拆了盖房子了，他们也得搬过来，倒不如这时候过来。那是，你们那边要盖房子了？铺子开了1个多月，盖房子的钱是赚回来了的，我们就先把房子盖了。来，青青先坐下，我们慢慢聊。对了，舅母，这2个最大的箱子里的是我给你们带的一些新鲜的瓜果，你安排一下，过年时你们吃吧。舅母过去打开一看，愣住了，不敢置信。这个季节，你们哪里来的这些新鲜瓜果呀？香瓜、西瓜、苹果、桃子、橘子5种水果，还都保持着这么新鲜。这个季节，你们哪里来的这些新鲜瓜果呀？之前应季时我们收藏起来的，就是打算过年时吃的。卢静内心好奇他们是用什么法子保鲜的，但是他也知道沈清是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点子，是他们都想不出来的，此时也不好当着这么多人问。你这孩子有心了，我那边还有2根百年老参，一会儿给青青拿过来。不用，外婆，我家里有的，阿南前段时间就给我买了参，婆婆嘱咐的，我不缺这些，您的那些您留着。开玩笑，百年老参是给外公外婆留着危急时用的。没事儿，青青啊，你外婆给你就拿着，我们还能继续给他们买，我们跑的地方多，能遇到更多的。舅舅笑着说道。就是青青，拿着就是。我们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你有孕了，不然把广陵城的参都给你背回来。表哥，你可别这么夸张了。众人听了闷笑起来，陆南心里感动，卢家人是真的把青青当成自家人一般心疼着。午后，沈清跟陆南离开了卢家，回自家小院子了。回去时，马车上好东西自然被外祖家塞了不少。舅母觉得沈清送他们的礼物也很不一般，不说别的，就那几颗小西瓜也不是现在这个时候拿钱能买到的。陆南走在村里的路上，碰到了2个之前在他们家压粉条的妇人。阿南，你这是去哪儿啊？回镇上。你们不在家里过年吗？你们家还在镇上有房子啊？青青外婆给她的陪嫁。婶子，那我先走了，提前祝新年好。好，那你慢点，阿南。媳妇儿娶得好，什么都可以有。这陆家真是走了狗屎运了，能碰到沈家这丫头，关键她还挺会挑，挑的是那镇上首富人家的外孙女。时也，运也，命也呀。当天就把陆家搬去镇上住，房子是卢家送的嫁妆的事情传播给了与他交好的妇人们。1传10，10传百，到正月里，人们串门子拜年时谈论的都是陆家的事情和沈家的事情，说什么早知道卢家对这个外孙女这么大方，他就给他家儿子把这沈家姑娘娶回来了。不管这些人们怎么酸，沈清和陆家人离得远远的，也不知道他们一家人在镇上的小院子里欢欢喜喜地过了一个幸福快乐的新年。一家人新年的年夜饭安排在了中午，亮亮堂堂地吃了一顿团圆饭。青青，你在做什么呢？做饮料，一会儿吃饭时给孩子们喝。西瓜？一会儿还要做个桃子的，我和娘喝。西瓜的你喜欢喝吗？沈清抬头冲着他笑笑，陆南眸色一暗，快速低头，在正好抬头看他的沈清唇上印下一吻。都在家呢，万一有个人进来看到，会带坏弟弟妹妹们的。我确定你没有偷吃西瓜的。沈清默默地低头继续干活，这家伙简直是答非所问。要不我来挤吧，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沈清突然抬头冲着他柔柔一笑，相公，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夫人。陆南走到他身后，弯腰揽住了他的腰。青青，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你能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有你在我身边陪伴着我，我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好。中午吃饭时，陆湾和周丽还有陆东、陆西4个人喝到甜甜的西瓜汁，4个人美滋滋的。娘，大嫂做的这个很好喝。好，喜欢喝就好，辛苦你大嫂用心思给你们做这些了，跟你们大嫂说谢谢。
4个小家伙一起冲着沈清脆生生地说谢谢。喜欢喝就好，娘，我们一起干一杯，祝我们一家人在新的一年里事事如意，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好，谢谢青青，咱们这个家自从你回来就一日比一日好。这些年他们几个跟着娘吃了太多的苦，去年过年的我们绝对没想到，今年过年的我们会是这个样子的。娘，别说了，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好，娘不说了，青青，娘就是高兴。如今娘没有别的任何祈求，就是希望你们兄弟姐妹几个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娘就放心了。娘放心，我们都会开开心心的。好，一家人一起一饮而尽，都笑呵呵地坐下，开始吃起新年的丰盛饭菜来，无言的默契。翌日清晨，沈清悠悠转醒时，看到的又是陆南那深情宠溺的眼神。新年好啊，小青青，恭喜你又长了1岁。新年好，陆公子，恭喜你25岁了。正月初3那日上午，凤仙儿和杨柳儿、骆成风和凤星辰4个人来陆家拜年，其他3个人来拜年，沈清还能理解，杨柳儿怎么也跟着来了，他觉得十分的不可思议。当杨柳儿找机会跟陆北去单独说话时，他好像明白了些什么。杨姑娘，你找我有事吗？有事儿。哦，请说，我能帮你的尽量帮。我知道你是我大嫂和星儿小姐的朋友。杨柳儿咬唇沉默了一下，实在是没有时间了。这件事自己不主动，等大伯出手，就不知道会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婆家了。我有个忙想请你帮，可以吗？可以，只要我能帮，肯定就帮。你能假装和我成亲吗？如果能，我们可以定下一个约法3章的契约，你提出你的条件。杨柳儿不敢看陆北的表情，闭着眼睛，一咬牙还是说了出来。然后他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就悄悄地睁开了眼，发现眼前的陆北正一副看见鬼的表情，上下打量着他。我是打听过，知道你没定下亲事才来问你的。你是不是有什么隐疾啊？那倒是没有，我很好，也没什么隐疾。我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只能自己出来找人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撩男人用这样的借口。啊，谁逼你了？我是杨家的姑娘，想来你也知道吧？杨家家主是我大伯，大伯他们为了生意上的事情，给我看中的亲事是广陵城一门与他们有生意往来的人家，而且那个男人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死过2个夫人，还有5个孩子。而且那个男人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死过2个夫人，还有5个孩子。据说老三和我同岁，我爹不同意大伯给看中的这个亲事。我爹说，哪怕我找个穷的没爹娘的，他也不愿意让我进富贵人家给人做后娘。后来我爹就和他们讲了条件，如果我在今年3月之前不定下亲事，就要答应我大伯的要求，嫁去广陵城给人家做后娘。说到这里，杨柳儿眼睛里有了眼泪，默默地看着他。陆北眨巴了几下眼睛，看到他流泪了，他不知道怎么的，就想到自家小妹骗他时那泪眼婆娑望着他的神情。所以你就盯上我了？我认识的男子不多，可这个事儿我又不能找大哥帮忙。他和燕燕也是不知道大伯这样的安排的，说了他们俩肯定会和大伯闹，我不想家里因为我发生吵闹的事情。他们都要卖你了，你倒还真是善良。杨柳儿咬着唇低下了头，等着他的回答。我对你可没兴趣啊，所以这个忙我帮不了，你找别人吧。陆北说完转身就要走。哎，你别走，听听我说的条件可以吗？哎，你说话就说话，别拉拉扯扯的可以吗？被人看到我就说不清了。但是已经迟了，后院的小门处传来了沈清和陆南的声音。阿北。陆北噌的扭头看过去，就见自家大哥大嫂正一脸诧异地看着他们俩。再回头去看，就见杨柳儿脸上还挂着泪痕，一副像是被他欺负了的样子。完了，说不清了。怎么回事？他有一事求我，但是我不答应给他帮忙，他就哭鼻子了。可不是我欺负他啊。陆南无语地看了他一眼，即便不想帮，也不能弄哭人家女孩子吧。什么忙需要来找你？杨元不是他哥哥吗？陆北摇摇头，这是人家的家事，他也不好说。沈清一看还是不能说的事儿，想了想说道，那你去跟柳儿好好说清楚，别让她哭鼻子。我们先去前面，你们俩尽快过来，快要吃饭了。沈清觉得这事他即便要问柳儿，也不是在陆北和陆南的面前问，因此他拉着陆南先走了。看着大哥大嫂就突然走了，陆北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杨柳儿看到他没有甩袖走人，赶紧几步来到他面前说道，
只要你答应帮我，我们可以签一个契约，你跟我回家见我爹，我给你银子。这些年我自己也攒了一些私房钱，我可以给你100两，这样你们一家人以后的日子也能过得宽裕些。你大嫂那铺子里也赚不了几个钱吧？这100两肯定能帮到你们家，这些是作为我感谢你帮我的酬劳。我们签契约是可以写进去的，你要做的就是跟我回我们家一趟，见一下我爹，向他提亲，说你喜欢我。说到这里，杨柳儿飞快地看了陆北一眼，抱歉一笑，继续说道：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买礼物的钱我也会给你，只要让我爹相信了，为我们定下亲事，这件事就算是成了一半了。要是你爹还逼着让我尽快娶你呢？那我们就假成亲，后面我会再给你银钱的，成亲的一切钱财也都由我出。等成亲1年后，我们再以相处不来和离，到时候我会离开家里，但是我会对我爹说，我们俩去外地做生意，不常回来，怎么样？可以吗？陆北看了他好几眼，没有想到这个小姑娘倒是胆子不小，敢做出这样骗家人的事情来。果然和小妹骗人时的小眼神一样样的，女人呐，都是骗子。对不起，我没兴趣。你这计划漏洞百出，先不说你家人会不会相信我喜欢你的事，就说我要是敢这样做，我大哥就会直接打断我的腿。到那个时候，就别说什么娶你过门了，你家人很快就会知道我不可靠，会尽快把你嫁去广陵城，给人去做后娘去的。小姑娘，我劝你，如果真的不想嫁给老头子，给人做后娘的话，还是尽快找个老实可靠的人嫁出去的好。像你这种骗人的小把戏，我是不会陪你去做的。说完，陆北转身往外走，却突然感觉后腰被人狠狠地抱住了。那我要说，我觉得你就是个老实可靠的人呢。陆二公子，你可以娶我吗？如果我说我喜欢你，我想嫁给你，你可以娶我吗？没有契约，也没有那些条件，就是把我从杨家娶回来，可以吗？我们成亲用到的钱我可以出。你为了让我帮忙，竟然连这样的话都能说得出口吗？你很讨厌我吗？不可以娶我吗？可是这镇上的年轻男子，我只看得上你一个，别人我不喜欢，即便是找人契约帮我，我也想找一个我喜欢的男子。陆北内心叹息，怎么就招惹上了这么个丫头呢？如果你有了喜欢的人，那我就不再麻烦你了。如果你没有喜欢的人，娶谁也是娶，对吧？而且我家家庭条件也不差的，娶了我，你们家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哼，我们家的日子现在过得也挺好，杨姑娘，劝你还是要自爱一些。说完，陆北脚下一踹地面，直接飞身离去，还真怕那位姑娘冲上来抱住他的腰，太吓人了。等后院彻底清静下来后，陆南和沈清从外面的墙外慢慢的往自家院子里走。你怎么看杨柳儿这个姑娘？原来我发现她常常偷看阿北，是她盯上了阿北。我觉得她应该不只是想让阿北帮忙这么简单吧。那是肯定的，她如果不喜欢阿北，这事儿也不会来找阿北的。你觉得这姑娘人品行吗？能配得上咱们阿北吗？不知道啊，我一向是粗线条的，也不会去关注别人家的姑娘，不懂。凤星儿应该跟她熟一些吧？你可以询问一下凤星儿这个事情。那你有空跟娘小声的说一下这个事儿，看娘的意思，如果她一切让我们俩看，那我就好好打听一下这个事情的可能性。但我建议你问娘之前，先询问一下阿北的意思，毕竟我是个大嫂，问他这种事有些不好说。冷了吧？走吧，我们回去。说完，牵着他的手走进了院子里。饭后，众人又说笑了一会儿，才告辞离开。陆南和沈清送他们出去时，陆北有意的没有跟着出去。看来错不了，这姑娘喜欢陆北。等他们离去后，陆南喊了一声陆北：“阿北，跟大哥过来一下，大哥嘱咐你一些事，明日早晨我要出门一趟的。”陆北应了一声，跟着陆南去了外面的院子里说话去了。今天那个杨姑娘找你要帮什么忙？陆北对上他的目光，看到大哥眼神里的冷沉，心里一颤。他没有胆子骗大哥，把杨柳儿今日与他说的那些话说了。杨姑娘这做法欠妥帖的，她只想到了她自己，她就没有想过她走了之后你怎么办，我们家怎么办？到那时候杨家来报复我们，我们怎么办？我在当时就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我拒绝了他。我感觉他就是在骗我，甚至是想要利用我。虽然我不知道他说话到底是真是假，但是我有做事的原则，像这样骗长辈的事，我是不会去助纣为虐的。你能有这个认知的话就很好了。我们虽然如今呢不再是从前将门帅府，但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骨血还是陆氏的骨血。我们可以不娶媳妇儿，但绝对不能用这样的事情来欺骗长辈的。这件事如果被娘知道的话，会如何伤心呢？如果被对方的爹知道，又会是多么的失望。阿北，这一次你做得很好。我就是被妹妹给骗怕了，本来我是很信任她的，她却哭唧唧的在我的眼前骗我。我看到她在我面前哭，我就觉得她的眼神就跟我妹妹坑我的时候就一样的。噗
嗤一声，陆南没忍住，笑了一声之后又赶紧忍住，但是肩膀还是微不可见的抖动了几下。陆北默默地转开了头。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今年呢，咱们新房盖起来的时候，东边那一处，我和你大嫂决定留给你娶媳妇用的。你大嫂说了，今年年底之前呢，你把媳妇娶回来，也好有个人在家里陪着娘，你也能安心做事。今年就得娶吗？今年就得娶吗？尽量吧，别像大哥似的拖这么晚。我都25了，孩子才要出生，别人家25岁的爹呀，孩子都能跟着一起练武了。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那就娶吧。那你总得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吧？我和你大嫂总不能随便给你选一个吧？万一遇到与你性格不合的，以后害你一辈子。娶个你喜欢的呢，好歹对方是有点缺点，你也能够包容的。见陆北沉思着，陆南轻笑。原本你大嫂还让我问问你呢，看你对杨姑娘的感觉呢？如果你也看中了她的话，她这个事儿，我们倒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提亲的。虽然我觉得她确实是骗了我，但是我也觉得她有些可怜。如果真的被嫁去广陵城，给那个老头子，我估计她应该是会活不下去的。这么说的话，其实你也不讨厌她吧？如果她不遇上这个事儿，我觉得她倒是一个温温柔柔、善良的小姑娘。娘跟我说过，村子里可是有好几个姑娘都是看中了你，只等我们家盖起新房的时候，就想说这门亲事呢。你心里边是怎么想？村里的姑娘可有你看中的？陆北一愣，正要摇头，眼前不由得想起了罗大夫的那个小女儿罗梅来。他带着周胜、周丽过去找罗大夫给他们俩配药时，罗梅看到他时脸色就发红的样子，不由得他脑中把罗梅跟杨柳儿比较了一番，他觉得还是罗梅善良又懂事。是谁？我们先打听一下，看看合适不合适。人家也没说喜欢我的话，就是每次见到我他就会脸红，我觉得他是不是喜欢我？陆北也头大，他是一个粗线条的人，真的很少把心思用在这些事情上。是罗大夫的小女儿罗梅。大哥是怎么知道的？娘跟我说的，她说罗大夫有一次啊，试探着问过他，不过他没一口答应，说我们的亲事呢，要我们自己点头。罗大夫都问过娘了吗？怪不得每次见到他，总觉得他的眼神里像是有话要说的样子。既然你心有所属的话，那这杨家的事情我们就不沾了，让凤星儿告诉他哥，再让凤星辰提点一下杨渊。那他到底是他堂妹，他应该知道那个事情该怎么处理的。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我帮不上他，但是他从小就没有娘，被大伯母养大，又拿恩情这样对他，他也确实是稍微可怜了一些。好了，这件事你就别管了，既然不喜欢他的话，以后躲着他一些就是了。好，大哥。有大哥大嫂的感觉就是好。陆南拍拍他的肩膀，回自己屋内去了。陆北默默地靠在假山上，抬头望着天空发呆，脑子里一会儿是罗梅望着自己那脸红的样子，一会儿又是杨柳儿哭得可怜兮兮的脸，脑子里一会儿是罗梅望着自己那脸红的样子，一会儿又是杨柳儿哭得可怜兮兮的脸。人长大到底为什么要娶媳妇儿啊？在以前不想这些的时候，那多痛快啊！突然大门上传来了敲门的声音。是谁？还有这么多拜年的人？按说下午应该是不拜年的吧？他走到门边正要开门，突然一顿，不会是那个女人又转回来了吧？陆北多了个心眼儿，一个飞身上了院子里的大树上，向门外看去，3个大男人，只要不是那个女人他就不怕了，他真是怕死了那个女人再扑上来抱的。轻轻落到地上。你找谁？对面之人打量了他几眼，突然眼前一亮。你是陆占年吗？你是顾大哥啊？是我，可算找到你家了。顾廷云认出了陆北，松了一口气。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陆北随即想到自家如今的情况，不知道他们找上门来是好事还是坏事。上次见了你大哥告诉我的是村子里的地址，结果呢，我去拜年，你家没人，问了人才知道你们家在镇子上过年了，只能找到卢家去打听，他们知道我们是战亲的朋友，这才告诉我们的。陆北听完松了一口气，把他们3个人请进来，带着往里走。陆南上次去了青云寨见到顾廷云的事情，回来并没有告诉陆北和周氏他们，只告诉了沈清，毕竟顾家出事的消息告诉他娘又会难过。顾廷云，你怎么找到这里的？顾廷云看到的就像看到了亲人似的，顿时委屈了，一把抱住了他。这什么情况？顾大哥见到大哥就像见到亲人似的。放开！老大，好饿，有饭吗？这几天一直都在赶路呢，都快饿死了。陆南无奈看向了陆北。阿北，你去厨房呢，给他们热一下饭菜，先让他们填填肚子。陆北应了一声，赶紧去了。当看到周氏时，顾廷云赶紧上前行礼。晚辈廷云见过陆伯母。周氏一愣，阿南，这是你顾伯伯家的老大。
哦，是伯母。周氏点头，下意识地看了陆南一眼。陆南抿唇，哪知道这小子会直接冲来，他就没有跟娘说顾家的事情。娘，您去休息吧，我跟他说事情。那你们坐，娘去给你们泡茶。庭云，你爹娘他们都好吧？顾庭云一顿，诧异地看向陆南。我没有想到你会来的，你家的事我没有跟我娘说的，不想让她再因为经常的事情而伤心的。顾庭云了然，点了点头。伯母，那过后让战青来跟您说吧。周氏一愣，他心里突然有些发沉，觉得是不是顾家也出了什么事儿？顾家这小子此时不应该在军营里吗？周氏茫然地去泡茶去了。厅堂内，何九、许强，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跟了他的？这在当初债主上山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去了。顾家的事儿，我们也是无意之中才知道的。何九低声道。许强点头，也嗯了一声。好，你们俩呀，先坐着休息一会儿吧，饭菜马上就送来了。谢谢老大。哎，喊什么老大？他才是呢。我在来时就嘱咐过他们了，以后你才是我们老大，我是老二，他们也都开始喊我二哥了。等吃饱喝足之后，顾庭云总算是活过来了。哎呀，这种吃饱的感觉真舒服嘿。我不是给你们留钱了吗？但是我们人多呀，离我们最近的有2个村子，咱也一直照看着。村里有咱们兄弟的家，过年了，我也安排人给他们家里人送了些粮食和银钱，让人家能够过一个吃饱饭的年嘛。还有村子里的几个孤寡老人，我们也给悄悄的送去了一些粮食。陆南听完沉默了，这是土匪债吗？这小子怪不得银库跟粮仓里那么穷呢。阿北呢？你先带着他们俩去女屋内休息一下吧，我和你顾大哥再说会儿话。陆北点头，招呼一下何九和许强下去了。